我可是25世纪的全能大佬，要退婚也是我退。沈岩，我要和你退婚。退婚？我可是25世纪的全能大佬，要退婚也是我退，你没有资格。切，还做着昔日沈家大小姐的美梦呢，也不想想现在的状况。就是，一个贞洁都丢尽的女人，配提什么退婚呢？切！你说什么？我堂堂三皇子，你说我没有资格？对，我说的就是你。哼，谢成宇，你还真是卑鄙！为了悔婚，竟然使出如此卑劣的伎俩。他的手工砂根本就没有消失，而是他中毒了，是他体内的毒让手工砂暂时消失了。恬不知耻！沈岩，你我本有婚约在身，可我与你从未有过肌肤之亲，现今众人皆已瞧见，你手臂之上并无手工砂。哼，真不知你是与哪个野男人苟且，失了贞洁。似你这般不知廉耻的女子，就当被处以进猪笼之刑，即刻处死。如今的沈岩是京城出了名的草包，她早已不是曾经的京城第一才女。该死的是你，背信弃义的狗男人！沈岩迅速拔下头上的发簪，将尖端刺进手腕处穴位，瞬间手腕处有黑血流出。过了2瞬之息，他点了自己的穴道，让血流停止。紧接着，他挽起袖子，将白皙纤细的胳膊暴露于众人面前。我的手工砂还在，刚刚是中了毒，让手工砂暂时消失了。现在毒解了，那这消失的手工砂自然就回来了。这手工砂还能因中毒消失又重现？不可能，沈小姐一向是品行端正，我觉得她不会说谎。这三皇妃的位子，你便不能再坐了，只能做我的妾室。我曾听闻世间毒物千奇百怪，沈小姐中毒致使手工砂消失，也并非全无可能。胡说八道！你说中毒就中毒啊？沈岩，你为了嫁给我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为你不择手段？哼，你配吗？沈岩目光犀利，然后一把拽出站在自己身边的丫鬟，将她扔到地上。你说，是谁指使你下的毒？今天早上我只喝过你给我准备的水。小姐，你就承认了吧，你以前在乡下……脚就踩在丫鬟的手背上。是二小……那丫鬟的后背插上了一把剑，剑的另外一端握在原主亲爹沈建章的手里。他知道对我下毒的人，为什么不让他说完？沈岩，丞相府的脸已经被你丢尽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沈岩，既然你是被冤枉的，那我还可以娶你过门，只是这三皇妃的位子，你便不能再坐了，只能做我的妾室。沈岩，三皇子给你如此大的恩赐，还不赶紧跪下谢恩，然后上花轿？是啊，姐姐，你赶紧上花轿，别不懂事，让爹娘再丢脸。沈岩将头上的凤冠扯下来，我要退婚，这妻我不结了。你说什么？谢成宇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说我不嫁给你了，我要退婚。好，很好。沈岩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可别怪我无情。从此刻起，我谢成宇和沈岩的婚约作废，以后婚嫁自由，各不相干。家法伺候吗？奉陪到底。他拿起一旁的合婚书，当即撕成粉碎。姑姑，婚事既然作罢，我就先回宫了。长公主点点头。谢成宇看着沈岩，明明还是那张脸，明明还是那个声音，可他却总觉得沈岩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而且他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感觉来，今日退婚，他将来定会后悔。沈岩，你给我滚进来！来人，家法准备。家法伺候吗？
奉陪到底。今天的这场退婚是一场阴谋，原主既给了他重活一次的机会，他就要好好活。所有欺负过原主、欺负过他的人，他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世子爷，沈大小姐好像一点都不记得你了。那又如何？我记得她就是。起开，这是我的位置。逆女，这府里哪里还有你的位置？跪下！为什么没有我的位置？我是你沈大人原配夫人所生的嫡女，正正经经的丞相府嫡出大小姐，而且长幼有序。沈青青是季氏所生的二小姐，还一直强占属于我的东西，难道还有理了？放肆！我乃堂堂长公主，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，有皇家血统，岂是你这区区庶民能比的？长公主，你是没有读过书吗？你是在我娘去世以后过的门儿，难道你不叫季氏？姐姐啊，我娘是爹爹八抬大轿娶进门的，不是普通的季氏，而且你也得尊称一声娘。不是普通的季氏，那就是稍微高级一点的季氏了。但不还是季氏吗？你没想到姐姐这些年在乡下却变得伶牙俐齿了。妹妹自愧不如，只是妹妹知道百善孝为先，不知道姐姐有没有学过。百善孝为先，妹妹读过书，自然知道母慈子孝，母不慈，子为何孝？还有一句话，你不仁，我不义。沈青青，你可学过？够了，沈岩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当着我的面你就敢如此欺负你妹妹，可想而知，为了我你有多放肆。爹爹，您别骂姐姐了，姐姐在乡下长大，和我们不亲也是正常的。你看看你妹妹，她多懂事多体贴，哪像你粗鄙不堪，真是丢了丞相府的脸。和他说这么多做甚？直接动家法。老爷，长公主。管家将台杖奉上，跪下，压住他，打！找死！沈岩眸色一冷，抬脚向朝他扑上来的几人踢去。这几个婆子还没有近到沈岩的身，就被沈岩撂倒在地。才到房顶的紫衣男子正好掀开瓦片，看到这一幕，眼前的沈岩似曾相识，他觉得他曾经认识的沈岩回来了。反了！你们都上！谁能压住这蹄子，上10两黄金！谁再靠近，下场便犹如此刀。一旁的凳子直接碎成了2大块。沈岩，你以为我们奈何不了你？不如试试。沈岩，你今天向三皇子退婚，得罪三皇子，害丞相府丢脸，你可知罪？要讲道理是吗？今天我出嫁，丫鬟受人指使对我下毒，然后在我准备上花轿的时候掀开了我的衣袖，露出了没有朱砂痣的胳膊。三皇子就那么凑巧的看到了，当即指出我失贞，要与我退婚，还想要我的命。我记得那丫鬟临死之前说了几个字，是二小。那这后面的真凶会是谁呢？这么好心，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那这后面的真凶会是谁呢？沈岩目光快速扫过在场的几人，相信凶手是谁，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而今天这场阴谋，三皇子不可能不知情，他这是摆明了要我的命。我既已知他歹意，又怎会嫁给他？退婚仪式到此为止，至于下毒害我的真凶，我会彻查到底。沈岩，你要退婚可以私下说，这大庭广众之下退婚伤了皇家脸面，我虽大度不和你计较，但是皇家定不会饶你。你现在立刻去祠堂反省，我进宫向皇上求情，兴许能饶你一命。你会这么好心？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。沈岩，长公主是你母亲，她是为了你好，再敢对你母亲不敬，我便打死你。你现在立刻滚去祠堂忏悔，若是因为你连累了整个丞相府，你就是千古罪人，百死也难向列祖列宗赎罪。既然如此，
他便将计就计，这样才好找到真凶毒害他的罪证，也可以引出长公主后面的阴谋。沈大人，你们最好别耍花招，不然鱼死网破，我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。公主，我进宫一趟，今日之事我得向皇上禀明，不能牵连到丞相府。你就空着手去？公主的意思是？当然是要把罪魁祸首一起押着去，不然如何向我皇兄交代？但你刚刚看到了，沈岩不知怎的突然会的功夫，想要把他押进宫很难，而且到时候进了宫，他在皇上面前胡说八道，对我们更不利。待活人难，待死人还不容易。夫君，祸是沈岩惹出来的。爹爹啊，女儿知道姐姐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和妹妹也是您的亲生女儿呀。姐姐和我们不亲，爹爹救了她这一次，她以后还会再犯的。皇上，微臣的女儿已经畏罪自尽了，此人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沈建章想到自己从一无所有爬到今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，还娶了太后的女儿为妻，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人生巅峰了。还是公主和青青想的周到。夫君，这个计划得分开行动，我们先进宫，制造不在府里的证据。他们所有的计划一字不落都落到了屋顶紫衣男子的耳中。想动沈岩，得先问问他同不同意。皇上，罪女沈岩自知犯下弥天大罪，在臣和公主会，她已畏罪自尽，这就是沈岩的尸体。可惜了，既然沈大小姐已经走了，此事就作罢，朕也不再追究丞相府的责任。多谢皇上。二人相视一眼，都长长的松了口气。皇上，沈大小姐求见。哪个沈大小姐？丞相府的大小姐沈岩。带她进来。皇兄，沈岩在此，门外那个肯定是假冒的，让臣妹去会会他，说是歹人假冒，以免伤到皇兄。不用，带进来，朕倒是要看看哪个沈大小姐是真的。沈岩跟着陈公公进到明贤殿来，他还穿着出嫁时的大红嫁衣。臣女沈岩见过皇上。你是沈岩？是，皇上。那这是谁？是牢房里面的女囚犯。胡说八道！皇上，微臣的女儿已经畏罪自尽了，此人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对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来人，把这冒牌货拖出去打死。朕还在此，你怎么知道这是牢房里的女囚犯？臣女亲眼所见，沈大人和长公主从宫里回去以后，在祠堂没有找到臣女的尸体，沈大人就去牢房里找了一个女囚犯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害死你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沈大人就去牢房里找了一个女囚犯，这女囚犯犯了死罪，正好用的是火刑。女囚犯被行刑以后，沈大人用她冒充臣女，并带到了宫里来。沈建章，皇上，此女在此胡言乱语，您可千万别听她胡说八道。皇上，囚犯的信息是可以查的，臣女是否说谎，您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查。禀皇上，奴才已查实，沈大人带来的的确是牢房里的死囚犯。沈建章，你还有何话可说啊？皇上，微臣担心您生气，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，臣是无心的，请皇上恕罪。皇兄，建章对你一直忠心耿耿，你就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饶了他这一次吧。玄德帝知道，如果他不宽恕沈建章，那么长公主肯定会去向太后求情。但是沈建章胆敢欺君，如若不惩罚他，帝王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皇上，欺君这种事只有0次和1次，一次不忠再也不用。沈大人今日敢欺骗您，他日就敢犯更大的错。沈岩，这是你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害死你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长公主可别这么说，我心没你们夫妻恶毒，不配和你们成为一家人。
先要我命的是你们，怎么，只许你们烧死我，还不允许我反击了？烧死你？怎么回事？皇上，沈大人和长公主说臣女退婚有损丞相府脸面，便将臣女关入祠堂。他们进宫向您请罪，实则他们是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趁机命人将臣女烧死在祠堂。下人放火的时候，臣女侥幸逃出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胡说！皇兄，你千万别信他。他不知道为何他和沈建章密谋的事情，沈岩会知道的这么清楚。皇兄，沈岩是个疯子，他痴傻的事情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他说的话不可信。皇上，长公主和沈大人一直以臣女痴傻为由，认为臣女是丞相府的耻辱，要将臣女除之而后快，包括退婚一事也是他们的阴谋。皇兄，你看沈岩多嚣张，主动退婚，害您丢了脸面，他反而倒打一耙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您放在眼里。如果不惩戒他，你颜面何存？你说退婚一事是他们的阴谋，你给朕仔细说说。沈大小姐，你要说实话，朕会秉公处理；若有虚言，朕绝不轻饶。是皇上，给臣女下毒，诬陷臣女失去清白的，就是沈青青。沈青青？沈青青是京中大家闺秀的典范。舅舅，青青平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会诬陷自己亲姐姐？端庄得体，明智善良，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呢？沈岩，你血口喷人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！玄德帝没有开口，周围没有人敢动。沈大小姐，沈青青是朕的亲外甥女，她品德高尚，诬陷她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臣女知道，臣女恳请皇上彻查此事，还臣女一个清白。来人，带沈二小姐。沈青青和香香被带到宫里的时候，当看到沈岩的时候，二人面色大变。青青见过舅舅。青青，沈大小姐说是你指使人下毒，诬陷她失去清白，你有什么话可说啊？舅舅，青青平时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又怎会诬陷自己亲姐姐？不过姐姐从小就喜欢胡言乱语，她诋毁青青的那也不是一次两次，青青不和她计较。说实话，香香，蚂蚁又不会说话，你就算把它踩死了也没有人知道。你说我诋毁你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我都诋毁了你些什么？你拿不出证据来，但我能。我亲耳听见你和你的丫鬟香香说，是你指使她收买我的丫鬟对我下毒。沈青青，你是不是以为你爹杀了我的丫鬟灭口，也就死无对证了？沈青青心跳不已，这不过是你的一面之词，你有证据吗？皇上，镇南王世子求见。宣。谢怀景迈步进来，目光最先落到沈岩身上，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臣见过皇上。怀景有些日子没有进宫来看朕了，今日怎么有空啊？皇上，臣今天是带着人来的。谁？带进来。一老妇人和一小男孩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。娘，小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香儿，你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都是老实人，你可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！娘，您说什么呢？女儿没有做过。还不承认？老妇人蓦地起身，一耳光扇在香香脸上，恨铁不成钢地骂道：娘当初卖了你是为了让你活命，不是让你去做坏事儿。世子爷都答应我们了，只要你老实交代，会保你的命。你娘我年纪大了，活不活无所谓，你弟弟还小，你忍心让他因为你丢了命吗？不说实话，他家人的性命堪忧，可若说了实话，丞相府是不会放过他的。香香，我知道你是被人逼迫的，只要你说出幕后主使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。姐姐，你这是在诱供吗？闭嘴！我说实话。香香，可不必退婚，我让老三给你认错，
你继续做我皇家媳妇儿。我说实话，香香，小姐，求您看在奴婢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不要为难我娘和小弟，奴婢来世做牛做马，报答您的恩情。大小姐，一切都是奴婢做的，没有任何人指使奴婢。他说完，猛地跑起来，撞向一旁的柱子。香儿，姐姐，皇上，人已经没气儿了，丢出去！玄德帝的心里已经是有了答案了。沈二小姐，这丫鬟是你的人，上梁不正下梁才会歪。朕罚你回去抄写女则10遍，明日辰时朕要看到，你可服啊？皇兄，女则那么多，就算不吃不喝，这不到12个时辰的时间也抄不完呀。长公主如此心疼女儿，不如你和沈二小姐一起抄。沈建章，你身为人父，没有舐犊之情，没有为小辈做好榜样，身为一国之相，无视王法，犯下欺君之罪，朕念你是初犯，就罚你俸禄半年，打10大板子，你可服啊？皇兄，长公主，你别想着给他求情，这件事儿你也脱不了干系。臣恳愿领罚，谢主隆恩。长公主，你身为主母，不爱护幼小，反而以强凌弱，朕罚你回去面壁思过3日。领旨。多谢皇上，还臣女公道。沈大小姐，既然事情已经清楚，你大可不必退婚，我让老三给你认错，你继续做我皇家媳妇儿，如何？臣女不愿意。为何？皇上，三殿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就当众动手打臣女，有第1次，将来就会有第2次、第3次，甚至无数次。臣女绝不会和一个对自己动手的男子在一起。求皇上解除臣女和三殿下之间的婚约，让三殿下另觅良缘。当真是个难得的好女子啊！当年玄德帝就觉得谢承宇配不上沈岩，如今他觉得他更配不上他了。去叫谢承宇来见朕。是皇上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姑姑，跪下！父皇，儿臣做错了什么？你还有脸问朕？谢承宇，当年是你跪着求朕为你和沈大小姐赐婚，你向朕保证过，一定会好好对沈大小姐细心呵护，真诚相待，绝不辜负。可你现在是怎么做的？大庭广众之下不辨是非，公然对沈大小姐动手。你把朕的话当作耳旁风，还是你以为朕好糊弄啊？父皇，是沈岩他自己不知。放肆！你竟然还在诬陷沈大小姐！朕已经知道了全部的真相。谢承宇，朕对你太失望。陈富贵，你旨昭告天下，谢承宇德行有亏，已不是沈岩的良配。现在朕废除他们的婚约，以后各自婚嫁，各不相干。是皇上。父皇恕罪，若您说儿臣德行有亏，儿臣日后该如何面对他人？你当众诬陷沈大小姐清白，提出退婚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沈大小姐日后如何面对他人？若让朕知道你再去打扰沈大小姐，朕绝不轻饶。出去，回去给朕好好反省反省。是，儿臣告退。当年沈岩足够惊艳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来求亲。如今沈岩名声扫地，他就想尽办法要退婚。谢承宇不仅仅是在利用沈岩，更是在利用他。这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、唯利是图的谢承宇，他怎敢将江山重任交给他呢？多谢皇上成全。有了玄德帝的圣旨，还有谁敢诋毁他的清白？沈大小姐留下来，你们都退下。是皇上。谢怀景临走之前看了沈岩一眼，示意他放心。玄德帝在众人走了之后，从暗格里取出一块黄色的布，那上面写了很多字。沈大小姐，你对这上面所描述的问题有何看法呀？善施四夷者，能治四夷；不善施外夷者，外夷治之。大秦既安，群夷自服。是故
皇上欲攘外者，必先安内。玄德帝闻言，瞳孔瞬间放大。沈大小姐，你把你刚刚说的话写下来。是皇上。玄德帝把纸拿起来一看，惊讶的眸子闪出一丝欣喜。好了，沈大小姐，你先回去吧。是皇上。陈富贵，奴才在。去查沈岩这些年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人家是在逗你开心，你却想着要人家的命。沈大小姐果然与众不同。去查沈岩这些年去了哪里，经历了什么。关于他的事，任何一个细节朕都要知道。是皇上。世子怎么还没有走？等你啊。今天的事多谢世子帮忙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日后必定相还。怎么还啊？以身相许吗？世子是要命，还是要身体？命和身体，我都要。我说的是你的命。人家是在逗你开心，你却想着要人家的命。沈大小姐果然与众不同。世子体内的毒再不解，活不过1年。他中毒的事情，除了身边亲卫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你在沈青青院子救我的时候，我不小心摸到了你的脉。我中毒很多年了，寻遍名医，皆束手无策。你的毒，我可以解。我信你。镇南王世子，本皇子记住你了，随时奉陪。沈岩，你如此迫不及待地和我退婚，原来是有了别的男人。说，你们2个是什么时候有一腿的？他抬手直接抓住已经走在他们面前的谢成宇的手腕，然后用谢成宇的手狠狠打了谢成宇自己一巴掌。谢怀瑾，你敢打我？你自己打了自己，怎能赖我？找死！他直接拔出身旁侍卫手中的大刀。胡让你们去！沈大小姐，有没有伤着你？没事，别出手。出手就是互殴，而且谢成宇是皇子，谢怀瑾只是世子，他担心谢怀瑾吃亏。大家快看呐，三皇子杀人了！没有想到，一向温和仁厚的三皇子竟然当众行凶。你以前是装的吧？不是听说三殿下是个好人吗？看来我们都被他骗了，他以前都是装的。这样的人，以后还有谁敢信他呀？谢成宇听到这些言论，刹那间他所有的醉意都醒了。怕是明日京城都在传他杀人了。误会，我们是朋友，是在开玩笑呢。谁和你是朋友？刚刚如果不是我们闪得快，现在就成了你的刀下鬼。姑娘，不然你报官吧。不能报官。除了报官，其他的我都答应。扇你自己3耳光，算是给我们道歉。打翻我们饭菜，弄脏我们衣裳，损坏酒楼财物，赔钱。做梦！那就报官吧。站住！谢成宇知道自己今天这个亏是吃定了。沈岩，你看清楚了，今天这3个耳光，总有一天我要加倍还给你。镇南王世子，本皇子记住你了，随时奉陪。今天得罪了谢成宇，你要小心，他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。他不来，我也会去找他。世子，等我准备准备，就给你解毒。站住！沈岩，谁允许你进老夫人院子的？大胆！谁允许你一个低贱的奴婢用这样的语气跟本大小姐说话的？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无论你是谁，敢无缘无故欺辱我，我定让你下地狱。你让谁下地狱？老夫人，你要为奴婢做主。老夫人，沈岩一来就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奴婢动手，他还要让奴婢下地狱。老夫人，奴婢恐怕是伺候不了您了。沈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你连我的人你也敢打！就在那拐杖即将落到沈岩身上的时候，沈岩轻轻抬手，稳稳抓住拐杖。我说过，任何人都不可以欺负我，你的人也不可以。反了！那个贱人生的女儿果然不是好东西。沈岩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竟然敢对祖母动手，简直是目无尊卑。沈岩，
你快跪下来向祖母认错，说不定祖母还能饶你一命。是啊，沈岩，你祖母最是仁慈，只要你跪下认错，她一定会饶你一命。沈岩看向众人，冷笑，一口一个沈岩的叫着。沈玉、沈兰，我才是丞相府正经的嫡大小姐，提起尊卑，你们是不是应该先向我行礼？我和三皇子之间的婚约是经过皇上同意以后，皇上亲自解除的。二夫人是吧？你是上了年纪，眼神不好了是吗？连谁是谁非都分不清楚，就开始定罪？青樱是仆，沈岩是主，的确是青樱不对在先。老夫人，我以后再听到你骂我母亲一句，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对你客气了。他很想打死沈岩，但是他又打不赢，只能是先忍着。你骂我母亲的时候，请你先想一想，你也是一个母亲，而且当初是你儿子上赶着娶我母亲的，你如此骂我母亲，又将你那身为一国之相的宝贝儿子置于何地？况且今日也不是我想来你院子，是沈青青让我来给你请安，不然我一步也不会踏入你的院子。长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祖母已经明确下令不准你踏入这院子一步，我怎么可能会让你来给祖母请安？青青给祖母请安。青青今天来得晚了，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孙女儿很好，劳烦祖母担忧，是孙女的不是。青烟姐姐，你怎么跪在地上？可是受了委屈？长姐，你昨天退婚丢了丞相府的脸面，今天又欺负祖母的人，不顾及祖母的感受，你这样目无尊卑、嚣张狂妄，怎配做丞相府的大小姐？不如还是回你的乡下去吧。沈青青，你现在以什么身份在和我说话？我是丞相府正经的嫡大小姐，是你的长姐，你用这种语气和我说话，你的母亲是怎么教你规矩的？我和三皇子之间的婚约是经过皇上同意以后，皇上亲自解除的。你的意思，丞相府丢脸是皇上造成的？昨日皇上惩罚的可不止沈青青一人。我之所以会和三皇子解除婚约，这其中不是还有你沈青青的功劳吗？你的丫鬟畏罪自尽，你被皇上责罚的事儿，大家都还不知道吧？昨天他和他爹娘被玄德帝惩罚的事一直瞒着府里的人，就是担心传出来丢脸。可没有想到千算万算，还是被沈岩揭穿了。青青，你被皇上责罚了。姐，你竟然被皇帝舅舅责罚了，你被打了吗？沈玉看似关心，实则满眼欣喜。青青啊，你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这还是你第一次被皇上责罚吧？哎呦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怕你的好名声。沈青青恨不得挖个地缝钻进去。知道刚刚沈二小姐为何这么晚才来请安吗？因为皇上罚她抄女则，她进宫去教女则去了，她不敢告诉大家实情。还有，昨日皇上惩罚的可不止沈青青一人，还有你们的沈夫人和沈丞相。沈夫人面壁思过3日，沈丞相被罚俸禄，打板子。他看着众人险些惊掉的下巴，你们不用感谢我带给你们如此炸天的消息，我只是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好消息就应该分享。青青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姐，你一向是爹娘的骄傲，你竟然会犯错，不应该啊！够了，我娘是我皇帝舅舅的妹妹，我是我皇帝舅舅的亲外甥女，而且我皇帝舅舅可以责罚我们，但是他绝对不会允许外人欺负我们。我家青青这么乖巧，那是深得皇上疼爱呀。而且我们青青可是太后娘娘的掌心宝，哪有人敢欺负？你笑什么？与你何干？你管天管地还要管我笑，你有那资格吗？好戏看够了，下了吧。谢怀瑾嘴角含笑，一双桃花眼弯得跟月亮似的。沈岩不禁感叹，人世间怎么会有谢怀瑾这样的美色？看了这么久，是不是被本世子的英俊给迷倒了呀？
怎么可能？比你英俊的人多了去了。是谁啊？你告诉我，我要和他比比去。就不告诉你。我呢，就一直跟着你，总有一天会知道的。你来找我有事吗？刚刚在老夫人院子里的时候，沈岩就发现谢怀瑾了。我给你带了新衣裳，穿上试试吧，然后带你去吃饭。你为什么要给我带新衣裳？因为你没有新衣裳。有啊，我有很多新衣裳。那是别人不要的，沈岩，你值得更好的。你如果有心理负担，我送你衣裳，你请我吃饭，可好啊？成交。衣裳在桌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他进屋走到里间换好衣裳，只见沈岩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衣裙，衣裙很合身，将她的身姿展现得刚刚好。谢怀瑾，哦，我的眼光可真不错，选的衣裳真好看。想夸我好看就直接夸嘛，还夸衣服好看。衣服虽然好看，但和你比起来，那简直就不值一提。衣服我很喜欢，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？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一看就知。岂不是只要被你看过一眼的女子，你都知道她们的尺寸？沈大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那些人都不是你，我又不是登徒子，为何要去量别人的尺寸？而且你忘了，昨天我俩近距离接触过，所以我才会知道你的尺寸。我信你。大小姐，长公主要见你。来得挺快，你在这儿等等我，我稍后就来。好，放心去吧，我在你身后。我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谢怀瑾的目光渐渐冷了下来，他运起轻功，跟在沈岩身后，默默守护着他。大夫人找我何事？沈岩，我是你母亲，你见到我为何不行礼？母亲？我母亲早死了，难不成我母亲借尸还魂了？放肆！我是你爹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更是大秦国的长公主，你对我如此无礼，就不怕我将你逐出丞相府？10年前你不是已经做过这样的事了吗？大夫人，你没有生我养我，反而多番为难我。你不要妄想我会叫你一声母亲，更不要奢望我会待你如母。同样，我也不会妄想你会对我好。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相安无事。如若不然，那就只有刀剑相向了。找我何事？我听说你敲诈青青1万两银子，你信不信我报官抓你去坐牢？不信，你报吧。沈二小姐，你说你说话算话，会负责赔偿我的门，怎么现在又反悔了？张姐，你别冤枉我，我从来没说过那样的话。沈青青，当时那么多人在场，你亲口当着众人的面承认的。沈二小姐已经及笄了吧？该到议亲的年纪了，又有谁家会要一个品德不佳的女子做儿媳妇呢？沈二小姐，长公主，你们自己掂量掂量，我的耐心有限。沈青青闻言，面色慌乱地看向长公主。她从小是被按照大秦最尊贵的女人的标准来培养的，将来她自然也是要做大秦最尊贵的女人的。她的人生不能有任何污点，但是她失策了。冬青，取银票。是，长公主。很快，冬青拿着银票过来，递给长公主。这是1万两银票，给你。在她的手即将拿到银票的时候，长公主抬手一扬，瞬间那银票飞得到处都是。沈岩，我的银子可没有这么好拿，想要银子呀，自己跪着，一张一张的捡起来。她身子挺拔，面色冷酷，目光如利刃。长公主觉得背脊发凉。长公主，你清楚大秦的律法吗？我身为大秦长公主，当然对大秦律法十分清楚。既然如此，难道长公主不知道侮辱大秦的银票是违背律法的吗？她刚刚只是想发泄，完全没有想到这茬啊！胡说，我并没有侮辱大秦银票。她朝冬青使了个眼色，冬青连忙将地上的银票捡起来，递给沈岩。沈二小姐，以后管好你的人。我屋里的东西可值钱了，再有下次就不是1万两银子能解决的。张姐，风水轮流转，今天的事情我记住了。
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，随时奉陪。长公主，我记得昨日皇上罚你面壁思过3日，这时间还没到，你的惩罚就结束了？难不成你公然抗旨？沈岩，你休要多管闲事。我没有多管闲事，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长公主日后若再敢招惹我，我会让你今日违抗圣旨一事天下皆知。沈岩，小蹄子，我要是不让你看看我的厉害，你还不知道你招惹的是谁。娘，您息怒。我觉得沈岩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像是变了个人。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了。我觉得沈岩背后肯定是有人帮他。青儿有何看法？娘，女子向来注重名节，如果我们把沈岩的名节毁了，那他这辈子也就毁了。他要么只有死，要么离开京城，对我们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。还是青青聪明，那你可有好主意？沈岩，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演戏，装可怜，利用舆论对付本公主？怎么，只允许长公主演戏，就不允许我演戏了？他今天早上出去就专门找了木匠铺子，他让那木工头配合他演一场戏。沈岩趁机利用舆论对付长公主，拿回了属于他的院子。那是青青的暖阁，你也配住？我一个原配所生的女儿不配，难道沈青青一个继室所生的女儿会配？沈青青害了沈岩，那我就要夺走她最爱的一样东西，这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也让她长长记性，别总想着害人。你，冬青，给我狠狠地打！是，长公主。直接抬腿踢在冬青身上。找死！今日我要住进暖阁，赶紧让你女儿滚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疯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没用的东西，连个沈岩都打不赢。王婆，是谁在外面吵？告诉你主子，让他立刻马上收拾东西离开这里。从今以后，我沈岩才是暖阁的主神。你让谁离开这里？你娘说心疼我住那院子太破了，担心我一个人不安全，就把这暖阁给我住了。胡说，暖阁是我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夺了去。如果我偏偏要夺呢？沈岩，你是一定要和我作对了？一定。好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那本事把我的院子抢了去。你们给我拦着！今天若是放任何一个人进来，我唯你们是问。是二小姐。就凭你们也想拦住我？住手！冬青姐姐，你来的正好。刚刚沈岩说我娘把这院子给他了，你作证，肯定是他胡说八道。二小姐，长公主让奴婢来告诉您，让您收拾东西离开。什么？起轻功飞了上去，将那院门口的牌匾也摘了下来。你的东西带走。什么？沈岩今天用卑鄙的手段让长公主把这院子给了他，他住不了多久的，早晚有一天长公主会把这个院子给拿回来的。这个院子对他的重要性，他母亲是知道的，可沈岩竟能逼得他母亲就范，可想而知这沈岩得有多厉害。沈岩，你等着，今天的羞辱我一定会加倍的还给你。可别只说不做，我等着你出招。等一下。沈岩轻垫脚尖，运起轻功飞了上去，将那院门口的牌匾也摘了下来。你的东西带走。沈岩，我和你势不两立。沈青青，你欠我的，你们欠我的，该还了。走，回去收拾屋子。是，大小姐。你高兴什么？大小姐赢了，奴婢很高兴。你是长公主的人，我赢了就代表长公主输了。从奴婢选择大小姐那一刻，奴婢就是大小姐的人。这个回答不错，奴婢对您绝无二心。我不管你有什么秘密，但我的底线就是不能背叛我，否则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是，大小姐。娘，你为什么要把我的暖阁给沈岩？娘也不愿意。沈岩设计陷害我，利用舆论对付我，如果我不答应，就会被外界说成是恶毒后娘，娘不得不同意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替你把院子拿回来。大小姐，出
厨房什么都没有了，连馊的东西都没有，干净的老鼠见了都得哭。走吧，出去吃。不用出去了，我带来了。谢怀景站在门口，提着食盒，望着他，温柔地笑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一个人吃饭不香，来找你一起吃饭。这里的确不错，比之前的院子好，布置的也很有味道。你怎么知道我搬到这里来了？你和你那死去的娘一样，死也要把别人拖下水，你们都是疯子！”沈建章骂完，疯了一般跑出去。大小姐，刚刚吓死奴婢了。秋雨，以后不许再这样了，我能保护我自己。方才多谢了。奴婢保护大小姐是应该的，如果再有下次，奴婢还是会这么做的。傻姑娘。此时的长公主还不知道，她想派一个眼线在沈岩身边，可不曾想给沈岩送来了一个誓死相随的丫头。太后娘娘，沈岩来了。太后看向殿外，外面的日头正烈，亮着的。是，太后娘娘。沈岩和秋雨直接暴晒在烈日之下。大小姐，您蹲下，奴婢站着，这样太阳就晒不到您了。不用。沈岩知道这是太后在故意为难他。秋雨，我们直接进去。是，大小姐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太后没想到沈岩的胆子如此大，没他的命令都敢进来。太后娘娘，原来你好好的呀！臣女在外面等了这么久都没有人出来回话，臣女还以为您出了什么意外了呢，害得臣女好一阵担心。他终于明白为何他女儿和外孙女都败在沈岩手上。胆子大，嘴皮子厉害，大胆，竟然敢诅咒哀家！来人，把他拖下去，打50大板。太后娘娘，臣女明明是担心您，怎么变成诅咒您了？哀家说是诅咒，那就是诅咒。你老实的去受罚，不然哀家定扒了你一层皮。如果我不呢？给我打！跟在我身后。沈岩吩咐秋雨，然后抬腿伸掌之间，拥上来的10多个人全部都倒在地上。太后娘娘强行要臣女的命，臣女只有去向皇上讨个说法了。太后没想到沈岩的功夫如此了得，更没想到他竟会公然反抗，还要跑去玄德帝那儿求救。沈岩是我心尖尖上的人，您这样诋毁镇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快关门，把他往死里打！皇祖母这是要把谁往死里打呀？秀海景看了沈岩一眼，见他安然无恙，他心里的石头这才落下。孙儿拜见皇祖母。你来做什么？来接孙儿的妍儿回家。妍儿？是啊，皇祖母，孙儿还等着妍儿回去一起吃饭呢。等了许久不见她回来，还以为皇祖母喜欢妍儿，要留她下来吃饭，孙儿特意赶来蹭饭呢。沈大小姐，哀家倒是低估你了，才和哀家的3皇孙退婚，又搭上了镇南王世子，你是非皇家不嫁是吗？不是谁都可以嫁入皇家的，尤其是你这样品行不端的，想都不要想。景儿，你也是的，看上谁不好啊，偏偏要看上你3弟不要的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好的？你若是想成家，哀家可以为你指婚，保准比这个好。皇祖母，沈岩是我心尖尖上的人，您这样诋毁镇南王府未来的世子妃，是不是有些不妥啊？你，皇祖母，沈岩也不是非皇家不嫁，是皇家的人求着娶她。当年3弟如此，如今我也是如此。他和3弟解除婚约，是他主动提出来的，也是我皇叔准许了的。皇祖母还要拿这来说事儿，是不是有失您太后的身份呢？谢怀景，你这是在教训哀家。皇祖母，您看，孙儿还没说您什么呢，您就如此愤怒。您刚刚骂妍儿骂得那么难听，她一个字儿都没有回您，到底是谁在教训谁啊？是谢怀景一直为了保护他在和太后怼，他也不好插嘴呀。我身为太后，难道还不能教训他了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管儿孙心无忧。谢怀景提醒太后别管得太宽，他当然知道太后是因为沈青青才找沈岩麻烦的。为了我得罪太后，不值得。值得，你值得我为你做任何事。说了这么多，肚子饿得不行了，
妍儿，你饿了吗？饿了。皇祖母，孙儿先告辞了。若您想我们，等孙儿有空再带着妍儿来给您请安。他说完，不等太后回答，就牵着沈岩的手走了。沈岩侧目望去，心生一股暖意。你怎么知道我来宫里了？林小六告诉我的。为了我得罪太后，不值得。值得，你值得我为你做任何事。谢怀景，谢谢你今天又帮了我一次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喝。为何？我不想因为你感谢我而敬酒。那你是无私奉献，不求回报？那也不是。那你希望我怎么做？我希望你做自己，快乐，自由。当然，有朝一日，我能与你看日落，等日出。这情话说的不错。谢怀景，你说你家世背景、身材模样都挺好，嘴还甜，挺会哄人开心的，怎么至今还没有婚约？我被人给抛弃了。当真？他答应过我，说等我去提亲，结果他转眼就跟别人有婚约了，还记不得我了。他这么过分吗？其实我一点都不怪他，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而且当年他与别人有婚约也不是他的错，是别人主动的。他脑袋里面只有原主6、7岁以后的记忆，沈岩想不明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谢怀景，你是好人。我不是好人，但是我愿意把我仅剩的所有好都给你。他想让沈岩知道他一直在等他，等他记起他来。不说这些事儿了，好事多磨嘛，我慢慢等，先吃饭。怎能不宠呢？这可是他等了10多年才等回来的新家家啊！这秋雨是你派给我的丫头，她是你的人，肯定不会偏向我。大小姐，奴婢刚刚去了邀月院。她要你怎么害我？她让奴婢想办法给您服下这个。秋雨从袖中把小纸包取出来，递给沈岩。真卑鄙！长公主还说，只要把这个给您吃下就可以。奴婢不知道她是打算怎么害您。你去休息吧，就当这个药我已经吃了，其他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沈岩，你好狠毒的心呀！你勾引我儿子不成，竟然害他！你觉得你儿子配吗？不知道是不是你为了你的差事，把你的亲儿子当棋子使了。冬青，用冷水把他泼醒。冬青端起一旁早就准备好的冷水，泼向王小山。小山，你跟娘说，是不是沈岩勾引你不成，还把你打晕了？你说实话，有长公主为我们做主。长公主，大小姐勾引了奴才，又不要奴才，求长公主将大小姐嫁给奴才。沈岩，没有想到你竟如此不知廉耻。长姐，原来你和三殿下退婚是因为王小山啊，你眼光可真好。既然你夸我眼光好，那证明你觉得王小山不错，那你嫁给他吧。青儿冰清玉洁，岂是你能比的？今天我就做主把你配给他，从今之后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了。你诬陷我的那些话可有证据？秋雨，你来说，你家大小姐是如何和王小山勾搭在一起的？回长公主，我家大小姐清清白白，并未和王小山有任何来往，甚至在今天之前，她都不认识王小山。我记得秋雨是你派给我的丫头，她是你的人，肯定不会偏向我。秋雨，你最好想清楚，这丞相府是我说了算。长公主，我家大小姐并未和王小山有任何来往，反倒是您昨夜叫奴婢来交给奴婢媚药，指使奴婢谋害我家大小姐，这是为何？我何时给过你媚药？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跟对象一起看，陌陌上面很多性格好、颜值高的单身姑娘都在找伴，只需简单回应就能越聊越投机，强烈推荐，脱单就这波了。沈大小姐不必担心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欺负你。媚药在我这里。这沈岩当真是个厉害角色，竟然连他的人都能策反。依我看，这个药就是你自己买的。这个药就是你给奴婢的。秋雨，你连你主人都敢背叛，你说的话有什么可信度？长公主，自从奴婢来到大小姐身边那一刻起，奴婢的主人就只有大小姐一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长公主说要给大小姐下药，然后趁大小姐睡熟以后，让奴才去大小姐的院子毁了大小姐的清白。长公主，奴才说的句句是实话。
长公主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想不明白为何秋雨要背叛她，现在王小山也背叛她了。小山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还不快给长公主认错！娘，我没有撒谎，就是长公主指使我的。长公主，沈二小姐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你们母女二人合谋害我，该当何罪？我是堂堂长公主，你啥也不是。这个屋子里都是我的人，我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要你的命。那所谓的真相，你就带进坟墓吧。现在能保住他和沈青青名誉的唯一手段，就是让沈岩死。来人！刹那之间，10余个黑衣人从各个方向涌来，杀了沈岩！住手！一道厉喝声从外面传来。国公夫人、燕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把沈岩他们先带下去。且慢，沈大小姐不必担心，今天我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敢欺负你。长公主知道国公夫人是在骂她。长公主，这丞相府的大门可真难进呀，我这来了3次才进来。国公夫人，这的确是误会，我不知道是你要来，不然我肯定敞开大门等你了。如果不是沈大小姐在这儿，这丞相府的大门我以后也不想登。沈二小姐，是你和长公主伤我们2家和气在先，你们企图合谋杀害我娘的救命恩人，那与要我娘的性命有何异？事情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，你身为嫡母，竟然用这种手段谋害丞相的嫡女，你真是丧尽天良。今日之事我会禀告给皇上，请皇上为国公府主持公道。国公夫人，这是我的家事，就不必劳烦你了。传到宫里，就等于传得天下尽知，到时候他和沈青青的名声就全毁了。今天这事我管定了。国公夫人想怎么管？这2人直接处死。长公主，您救救奴婢！再说这件事也不是奴婢的主意，是您的。来人，把这2人拖下去，杖毙。不必了，就在这儿打。他在警告众人，欺负沈岩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。长公主，你才是真正害大小姐的那个人，要死也是你先死，凭什么只让我和我娘？长公主听到这些话，面色惨白，她今天的脸算是丢尽了。国公夫人，你可满意？你们伤害的是沈大小姐，你应该问问她满不满意。她今天必须按照国公夫人的要求做，不然她一定会身败名裂的。沈岩，你可满意？国公夫人公平公正，我当然满意。国公夫人、燕公子，今日就不留你们了，我也乏了，没空陪你们。他下逐客令，等他们2人一走，他再关起门来收拾沈岩。长公主此言差矣，我们不是为你而来，你是否有空，对我们行程也没有影响。沈岩第一次听到燕青说话，声音温柔极了，这才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说出最狠的话。燕公子，我娘也是为了你们好，她说那句话只是出于客气，你又何必要咄咄逼人，伤了我们2家的和气呢？沈二小姐，是你和长公主伤我们2家和气在先，你们企图合谋杀害我娘的救命恩人，那与要我娘的性命有何异？娘，您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也心悦沈大小姐？沈大小姐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，谢谢国公夫人为我做主。沈大小姐，不知你是否有空，我想要和你单独聊一会儿。国公夫人请。长公主、沈二小姐，沈大小姐是我国公府的恩人，2位以后若是再欺负沈大小姐，那就是站到了我国公府的对立面。别看我一介妇人，垂垂老也，但是我国公府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青儿，你觉得杨儿如何？娘，沈大小姐是儿子见过的最特别的姑娘，如果能与她相伴，儿子觉得不枉此生。那就勇敢的去追求，娘支持你。而且娘也很喜欢言儿，说她能做我国公府的儿媳妇儿，那是我们天大的福气。是娘，儿子一定努力，不负娘的厚望。不过你为何如此了解言儿？儿子观察的，连长公主都得敬您3分，
他却没有因为您的身份而讨好您，他也敢和长公主对视，证明他根本不怕长公主。我们刚刚在外面听到长公主的人突然翻供，这很奇怪。儿子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也很冷静，证明他早有准备，他简直太聪明了。这么优秀的女子，到时候肯定是百家争抢，你要抢占先机。明日去见燕儿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了。他拿出了当年上战场的气势来抢未来的儿媳妇。娘，您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野心越沈大小姐？燕儿救我那日，我看到了镇南王世子和她在一起，而且世子对她啊是呵护有加，看那样子应该是情根深重了。世子跟燕儿认识在先，所以他有优势，你是后来者就更要用心。那日朱楼楼主也在，冷楼主向来不近人情，我去听见他为燕儿说话。沈岩吃完饭又钻进了屋里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屋外响起了一阵笛声，笛声悠扬，悦耳动听。沈岩嘴角一扬，忍不住拿起一旁的筷子，敲击面前的各种瓶瓶罐罐。屋内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与外面的笛声相呼应，奏出一曲绝美乐章。进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听说镇南王世子的笛声在京城一绝，今日得闻三生有幸，而且除了你，还会有谁在我屋外吹笛子？别人的看法不重要，你只管做好你自己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的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出去办事儿回来晚了，我听说了长公主害你的事儿，便连忙来看看。抱歉啊，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我没有在你身边。谢怀景，你应该有你的生活，而不是总是为了我。可你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所以，我之前在乡下多次遇到危险，都是你在帮我。是。他之前有过疑惑，原主一个孤女，连唯一的亲爹都判他死，身后又空无一人，他怎么可能次次运气都那么好，能逃脱长公主他们的魔爪呢？原来是谢怀景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。沈岩，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以前你忘了和我曾经的承诺，还和别人有了婚约，我还以为是你不想理我了，所以我时刻保持与你的距离，只有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才会帮你解决危险。后来你回京，你就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你主动退婚，性子也回到了曾经的样子，我就知道你又回来了。这次你别撵我走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在很早以前就喜欢我了？是。包括我之前在乡下那几年，我名声这么不好，你都没有变心？从未变过，我的眼里只有你沈岩一个人，从心动到期疑，至此方休。刚刚你就是用这些东西敲出那些乐声的。乐声如何？此曲一旦传出去，定然名动京城。你说我们刚刚合作的乐曲叫什么名字好？刚刚那首曲子是他们二人随着彼此的心境，还有为了呼应对方临时创的一首新曲子。你觉得呢？思言如何？思言，思念沈岩。你是早就想好了的是吧？是啊。你都决定了还用问我？我只是提出了一个想法，最后结果由你决定。谢怀景取的不仅仅是一首曲子的名字，更是对沈岩的态度。这个名字挺好。沈岩想着有人将他放到心尖尖上惦记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啊。好，我回去就填词，以后这首曲子只属于我们两个人，是我们的定情曲。谁要跟你定情了？你不和我定情，那和谁啊？人这一辈子又不是非要与谁定情不可，我志不在爱情。可我志在你，我非你不可。
沈岩，我爱了你10余年，等了你10余年，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得很清楚了。你说的对，情爱的确不是人生必须的部分，但你沈岩却是我谢怀瑾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不要这么着急拒绝我，我可以等的。10年我都等过来了，再等10年也没有关系。我会让你知道，虽然你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幸福，但是我会让你过得更幸福。沈岩觉得谢怀瑾是这世上最会说情话的男子，他真的很难不心动啊。好，你说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太好了，你相信我，有我谢怀瑾在，你会是这世间最幸福的女子。老夫人，年纪大了连脸都不要了吗？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要我的东西。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做胭脂水粉。你是打算卖？世子真聪明。店铺选好了吗？需要多？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做胭脂水粉。你是打算卖？世子真聪明。店铺选好了吗？需要多少银子？我给你。店铺选好了，银子我有的。何时开业啊？3日以后。明天我让秋雨去找师傅来搭建灶台，你到时候过来，我请你吃饭。好啊，要不我们继续做胭脂水粉，你看看我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，就让我做，好不好？谢怀瑾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甘之如饴啊。大小姐你醒啦，灶台已经搭建好了，所有的厨具都准备好了。你速度这么快？搭建灶台的工匠是世子爷找来的，厨具也是世子爷买来的。世子爷还说，大小姐你有没有特别想吃的菜，世子爷晚些时候再一并买来。谢怀瑾在外面跑了一天，到了晚上又来陪他干活，他都睡到现在才醒。比他更辛苦的谢怀瑾却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沈岩那冰封的心也渐渐有融化的迹象了。想说什么就说。大小姐，老夫人派人来叫你去请安，已经来了3次了。秋雨，把你的新衣服穿上，再去选一个好簪子戴上，我们去请安。大小姐，奴婢身份低微，穿太好会被责骂的。秋雨，你是我的人，我如果连你都护不住，你跟着我有何意义？老夫人，你叫我来有何事？没规矩。老夫人，我今天的一切不都是拜你们所赐吗？我今天就教你规矩。昨日国公夫人给你送了这么多礼物，你身为长姐，就应该把礼物拿出来平分给大家。一个人中饱私囊算怎么回事？我丞相府容不下如此自私自利的人。老夫人，年纪大了连脸都不要了吗？今天叫我来就是想要我的东西。你不如直接说，我说不定心情也好，就送你几样了，何必用这种手段，令人恶心。别自己没有能力就拉踩别人，在教我做事之前，自己先好好想想怎么做人。你沈岩，你的所有东西都属于丞相府，你就应该把所有礼物都拿出来交给长公主，然后入库房。那你去问问国公夫人，这礼物是送给我的还是送给丞相府的？他哪里敢去问国公夫人啊？长姐，祖母也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要这么凶嘛。你看看你那丫鬟穿得这么靓丽，险些把三妹妹都给比了下去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我的人穿什么我说了算，你要是有能力，也可以让你的人穿得体面一些，别自己没有能力就拉踩别人，在教我做事之前，自己先好好想想怎么做人。沈青青一句话就败下阵来。老夫人，没事我就先走了，以后没事不要去打扰我，免得我惹你不高兴，你都要少活几年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，遇到你这样的东西？因为你生了一个宝贝儿子，你的宝贝儿子上赶着娶了我娘，你说你当初要是不生你宝贝儿子该多好。老夫人气得额上青筋暴起，直接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大小姐，燕公子来了。沈大小姐，打扰了。沈岩还要忙着去准备食材，就直接开口。燕公子不必客气，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吧。沈大小姐有事要忙吗？我答应了谢怀瑾，今天请他吃饭。没有想到沈大小姐竟然还会做饭，不知我可否留下来尝尝沈大小姐的厨艺？可以。他昨日才收了国公府那么贵重的礼，
没道理不答应燕青的小小请求啊。沈大小姐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我会劈柴。沈大小姐，我来给你烧火吧。烧火有我，用不着你。当谢怀景一进院子，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场景：沈岩在切菜，燕青在劈柴。他没有想到燕青就见过沈岩一次，就惦记上他的人了。大小姐，世子来了。谢怀景，我准备炒菜了，你去歇歇，饭菜一会儿就好。见过世子。燕公子，柴火够了，你去休息吧，这里不需要你了。谢怀景语气酸得掉牙。世子，你身份尊贵，受不得累，还是你去休息吧，我再多批一些，以后沈大小姐用的时候方便。二人目光冷厉，气势逼人，谁也不让谁，大有高手决一死战的架势。燕公子，柴火够了，辛苦你了，你去休息吧。听到没？让你去休息。沈大小姐，我来给你烧火吧。烧火有我，用不着你。沈岩算是明白了，两个大男人是在争风吃醋啊。要不你俩来做饭，我去休息。我来炒菜，你在旁边教我，好不好呀？可以，你来吧。好啊，我很好教的，一教就会。不到一个时辰，饭菜全部上桌。尝尝我的手艺。世子，那是沈大小姐烧的菜，怎么变成你的手艺了？沈大小姐，这是我烧的火，你尝尝火候如何？如果你们再不安安静静的吃饭，这将是你们在我这儿吃的最后一顿饭。谢怀景和燕青顿时老实了。吃完饭，天色已黑，谢怀景和燕青离开了丞相府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6月29，老夫人寿辰。三弟，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？是不是想见沈大小姐了？是啊，三哥，你都不等我们一起，看来是迫不及待的想见沈大小姐了。我看不是如此，三弟若是心里有沈大小姐，又怎么可能和她退婚呢？三哥，听说沈大小姐很丑啊，到底有多丑？你给我们说说。一会儿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老夫人，大小姐来了。数十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沈岩，他们都很好奇这个美妙的女子到底是谁。她手上提着一个竹篮，竹篮里面散着各色花枝，步态轻盈，气质出尘。三哥，你和丞相府熟，可知道这是丞相府的哪位小姐？她就是沈岩。你不是说她很丑吗？就凭沈大小姐这个姿色，我可以说整个京城无人能比。我之前听说是沈大小姐主动退婚，我还有些不信，今日一见，看来传言是真的。三弟，你是被沈大小姐给甩了，不过依照沈大小姐这样的姿色，你的确是配不上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话讨好沈岩，他也看不上你，他心里已经有人了。谁？镇南王世子谢怀景。就他？哼，他还不配跟我争女人。大皇兄，不然你以为沈岩为何会与我退婚啊？他们早就两厢情愿了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人长得这么美，品行却不好。谢成宇见自己三言两语就把沈岩的名声诋毁得不堪入目，他心里十分得意。沈岩的耳力极好，他将他们几人的对话都听了个全。同样惊讶沈岩容颜的人还有老夫人等人。你是沈岩？你变化为何这般大？与你何干？他可没忘记以前何子宁是如何欺负他的。外祖母，您看啊，现在当着您的面，沈岩都敢欺负我，您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沈岩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还有没有规矩？老夫人这是又要和我讨论何为规矩？老夫人想到前几日，因为他骂沈岩没有规矩，结果沈岩把长公主沈建章和他都骂了个遍。祖母，今天是您的寿辰，孙女为您绣了一幅百寿图，希望您喜欢。哎呀，青儿辛苦了，快给我瞧瞧。小云，把礼物拿上来。沈青青将其展开，摆放到众人面前，等待众人欣赏。青青祝祖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好，真的是我的好孙女，绣这么多字儿，
你这细皮嫩肉的手怎么受得了？孙女想着，只有自己亲手做的东西，方能代表诚意。孙女真心希望祖母能长命百岁。沈青青说完，挑衅地看了沈岩一眼。她的身份、地位和才华，还有名声，这些是沈岩永远也及不上的。他不过是送了份礼，就能把沈岩碾压到尘埃里去。有他沈青青在，沈岩永远也别想翻身。沈二小姐心地善良，又有孝心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好姑娘。沈二小姐的绣工真了不得，依我看呀，整个京城怕是无人能比了。听着这些讨好的话，老夫人嘴笑得就没有停下来过。只有长公主婆婆这个身份，才能让她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老夫人的孙子孙女儿都送了礼物，除了沈岩。长姐，你给祖母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沈岩把身旁的竹篮往前一送，这里。长姐，你就送这个。沈岩，你当我们丞相府是捡破烂的吗？竟拿破花送给祖母做生辰礼物。沈岩，你没才没艺，但不穷啊。整个丞相府都是祖母的，你用祖母的东西来送给祖母，怎么显得你孝心可嘉了呢？沈岩，你没才没艺，但不穷啊。之前不是讹了长姐1万两银子吗？怎么送的礼物这么寒酸？沈岩，你这哪是送礼，你这是在羞辱我外祖母，丢脸，滚出去！你们只看到这是一个竹篮装着五颜六色的花，可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心思吗？我早上天不亮就起床，然后去山上摘花。为了让花的配色好看一些，我就翻山越岭，去不同的山头采摘不同的花。花的寓意很好，代表着美好、祝福、欢喜。我把这份心意送给祖母，没有想到竟然惹得你们这么多人骂我。难道大家没有听说过礼轻情意重这句话吗？府里有花，你又何必去那么远的地方采摘花呢？二妹妹，你觉得以我在府里的地位，我敢摘府里的花吗？二妹妹，你刚刚说只有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方能代表诚意，怎么你亲手绣的百寿图就能代表你的孝心？我亲手采摘的花就不能代表我的孝心了呢？你绣的百寿图，无论是针线还是布，都是来自于丞相府，整个丞相府都是祖母的。你用祖母的东西来送给祖母，怎么显得你孝心可嘉了呢？我这一篮子花，好歹没有花费丞相府一个铜板。沈青青面红耳赤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她辛辛苦苦准备的寿辰礼物，竟被沈岩贬得一文不值。沈玉看见沈青青吃了大亏，她乐得笑出了声。沈玉是吧？你说我的花是破花，那你弹的琴又是什么？你那是想送礼吗？你只不过是借着送礼的由头表现自己的才艺而已。我这破花好歹还能欣赏，做个装饰，你那破曲子能做什么？还有你沈兰，你和沈玉的心思一样，都是想表现自己。你们真是虚伪啊！还有你沈兰，你和沈玉的心思一样，都是想表现自己。你们真是虚伪啊！平日里祖母祖母的叫得多好听，口口声声说要孝敬祖母，结果连送个生辰礼物都不忘算计，这样的孝心才是真正的寒酸低廉。还有，那银子是沈二小姐的婆子故意撞坏我的门赔给我的银子。沈兰，你连讹和赔都分不清楚吗？知情的人会说你一个人蠢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我们丞相府的人都和你一样，不懂就多读书，少出来丢人现眼。老夫人本就不喜沈兰，听闻此言，直接剜了沈兰一眼。何子宁，你说我不是送礼，是羞辱你外祖母，那你又给你外祖母送了什么？不会也是跳舞、唱歌、弹琴吧？那你和沈玉、沈兰有何区别啊？你的孝心一样的廉价，都是空话，一点实际意义也没有。他每次来这里都会搜刮一些东西回去，又怎么会想着送东西过来呢？沈岩目光落到沈征身上，刚刚是你说让我滚的是吧？该滚的人是你，
祖母寿辰是大喜事，你送一个死物，真是晦气，不吉利。祖母不说你什么，那是她纵容你。但是你已经10岁了，不是小孩子，你难道自己没有反省？无论我爹再厌恶我，也无法改变我是丞相府正经嫡大小姐的身份。这里是我的家，而不是你的。你只是一个披着丞相府唯一少爷皮子的可怜虫而已。你和你姐同父同母，为何你享受宠爱，而他备受冷落？你真以为他们爱的是你吗？他们爱的是你的身体，你的性别，因为你是男子，能为丞相府传宗接代。你如果是个女子，就按照你的性格，你过得比你姐还不如。如果是个女子，就按照你的性格，你过得比你姐还不如。这是沈征第一次挨骂，而且被骂得特别狠，他完全都没有还击能力，一下子就哭了。沈岩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懂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说他？黎城7岁任宰相，虽然8岁从军上阵杀敌，贺州9岁以一己之力智退强敌，他们哪一个不比沈征小？但他们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男子汉？长辈之爱幼，地位之际深远，而不是一贯的溺爱纵容。按照你这样的方式教养出来的，只是一个废物，万万不可能振兴你的丞相府。沈岩言辞激烈，语气铿锵有力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。不是说丞相府的沈大小姐是个脓包废材吗？她怎么可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？沈大小姐说得好，想要一个家族兴旺，教训子孙上面一定不能太溺爱。对，这样只会宠坏孩子。以后谁还敢说沈大小姐是废材，我跟得急。沈大小姐若是先生，我会很放心把我的孩子交给她呀。原来沈大小姐才是丞相府的夜明珠。谢成宇看着眼前的沈岩异常熟悉，像极了曾经惊艳全京城的幼年沈岩。几个皇子看向沈岩的眼神也变了，沈青青嫉妒的险些发狂。为什么沈岩的命这么好？你等着，我要去告诉我娘。说完起身跑了出去。正儿，哎呀，快追上去看看，可别摔着了。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跟谁学的？在书上看到的。读书可以明智，读书可以见机。难道祖母都不读书的吗？老夫人面红耳赤，她哪里读过什么书啊？老夫人，长公主说饭菜已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老夫人说不过沈岩，害怕沈岩继续说话让她难堪，把沈岩拖下去杖毙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，找死！老夫人说不过沈岩，害怕沈岩继续说话让她难堪。开席。张姐，你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正巧此时，沈岩看到秋雨端着一个碗进来，那碗里是长寿面，他心里一跳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夫人，这是长公主特意命厨房给您做的长寿面，您尝尝。还是长公主有孝心，这面呀看着就香。老夫人话音刚落，她拿着筷子的手突然往下一垂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祖母，来人，快叫大夫！娘，外祖母，老夫人，沈二小姐，让我来瞧瞧。张太医，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祖母！老夫人中毒了。什么？难不成是这面里有毒？张姐，你为何要下毒害祖母？何事如此喧哗？爹娘，沈岩下毒害了祖母。来人，把沈岩拖下去杖毙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，找死！在家丁扑上来的一瞬间，门口响起了3道冷厉的声音。沈岩抬眸望去，见谢怀瑾一身红衫，手执玉笛，他双手向前一推，内力直接将扑上来的家丁打飞数丈远。燕青一身雪白，一改往日的温润，满身杀气，手中羽扇横飞，打得家丁鬼哭狼嚎的。而冷玉婷则是一身玄衣，拔刀而起。3个响当当的人物同时出现在丞相府。沈青青和长公主对视一眼，只差一步，那3人为何在这个时候来打乱他们的计划？世子、燕公子、冷楼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沈大人，本世子若是不来，
还不知道你要杖毙本世子的心上人呢。本世子说过，谁动沈大小姐就是跟王府作对，本世子管到底。本世子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要杖毙本世子的心上人呢。抬腿一脚踢在了沈建章身上。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跟镇南王府作对？燕青手中的扇子抵住沈建章的喉咙。沈大人杀我国公府的恩人，意欲何为？沈大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杖毙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将大秦王法、皇上威严置于何地？沈建章躺在地上，面色惨白。沈岩下毒毒害老夫人，证据确凿，不孝不仁。我们将他绳之以法，替老夫人报仇，有何不对？你们不请自来，在我府内打打杀杀，有没有把我这个长公主放在眼里？又把太后娘娘置于何地？冷楼主、世子、燕公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三位为民管得也太宽了吧？本世子说过，谁动沈大小姐就是跟王府作对，本世子管到底。国公府和沈大小姐同在，我奉皇命肃清一切诬告。你们无凭无据杀人，本楼主就得管。长公主不服，找皇上说去。无论身份地位、模样才情，他哪一样不比沈岩强？为何就没有男子如此的全心全力宠着他呢？有这三个人护着，沈岩完全可以在京城里横着走。今日之事，我觉得疑点重重，这低劣的手段不像是我们聪明的沈大小姐所为，不如我们给沈大小姐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镇南王世子、燕公子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你是疯批吧？想一出是一出。我相信沈大小姐是无辜的。冷楼主，你不是京兆尹，也不是丞相府的人，这里用不着你发号施令，我自会证明沈大小姐的清白。闭嘴！好，本楼主坐着看戏，我倒是要看看二位如何替沈大小姐证明清白。二妹妹，好戏要开场了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场戏是如何演。老夫人醒了。祖母，您醒了，我们已经找到了给您下毒的凶手，就是沈岩。祖母，您说该如何处置？拖下去，打死！住手！谢怀景和燕青已经站到了他身边了。镇南王世子、燕公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还请你们不要插手。沈大小姐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谁敢动她，就是与我国公府为敌。哼，谁敢动我新家上的人，就是找死。是不是只要是下毒害你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直接打死？是。凶手不就是你吗？你问此话是何意？二妹妹，好戏要开场了，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场戏是如何演的。每次和沈岩交锋，只要沈岩露出这样的神色，他就觉得他要输。秋雨，你将今天冬青把你从我院子叫走，直到你把长寿面放到老夫人面前为止。这中间的整个过程说与我听。冬青姐姐直接把奴婢叫到厨房，让奴婢在那儿等着，直到开始上菜的时候，奴婢准备去端菜，冬青姐姐直接让奴婢去端长寿面。奴婢知道老夫人不喜欢我，便想着拒绝，可冬青姐姐说她让谁端谁就得端，奴婢无奈就将面端了过来。大小姐，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你从接过面到你将面端到老夫人面前为止，有第二个人碰过这面吗？没有。沈岩，你还问什么？这不已经确定了，面里的毒就是秋雨下的，但秋雨肯定没这个胆子，定然是受到了你的指使。难道我是神仙，能够提前预知冬青会来叫秋雨去帮忙？众所周知，在丞相府我是最不受宠的，我的丫鬟也会不受待见。今天这样的场合，想必长公主是十分重视的。没道理让最不受待见的丫鬟去帮忙，难道她就不怕秋雨一不小心把她精心准备的寿宴搞砸吗？你说让秋雨去帮忙，难道就只为了让她端一碗面？冬青，你最好不要撒谎，今天的事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后果。
冬青心里一慌，只得看向长公主。你看我做甚？自己说。你看清楚了，是谁负责煮的面？王大嫂。我要见王大嫂。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长公主没法拒绝。去叫王家媳妇来。长公主，不好了，长公主，王大嫂死了。这王大嫂死的也太巧合了。人是在哪里死的？在湖里。去现场。此时王大嫂的尸体已经被打捞上来了。沈大小姐，线索已断，看来你是没办法自证清白了，不如你就认罪吧。沈岩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看向长公主。谁说线索断了？雁过留痕，死人不会说谎。长公主，你说呢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要证明清白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现在就向大家解释王大嫂的死因。这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地上和水里都有菜，一看就知道她不小心滑倒了，摔到湖里淹死的。错，王大嫂的死不是意外，是谋杀。竟然是谋杀！会是谁呀？谁胆大包天，竟然敢在丞相府里杀人？说不定啊，就是丞相府里面的人。别议论了，等沈大小姐揭穿真相。你们看，这里有向后倒的足迹，足迹的对比和王大嫂的鞋底是一样的。从足迹和地上的菜与油渍看来，王大嫂当时应该是背对着湖水而立，她手里端着一碗菜。她第一次被人踢的时候没有摔得下去，她身体不停摇晃，碗里的菜和汤汁也随之洒了出来。接着她又被踢了第二次，这一次她没有这么幸运，她直接被踢到了湖里。凶手就是你，长公主。接着她又被踢了第二次，这一次她没有这么幸运，她直接被踢到了湖里，手上的碗摔倒在地，满是碎瓷片和菜。以上过程与方才我在王大嫂裤子上发现的2处被踢的鞋印子吻合，证明推断成立。若有不服者，可请衙门仵作来验尸。我认同，且支持沈大小姐的话。我支持沈大小姐的观点。推断只是推断，永远不可能作为证据。沈大小姐，这死者会不会是被你杀人灭口的，然后你再自导自演的编出这场戏？王大嫂死亡时间是在半个时辰以内，那个时候我在老夫人的屋里，我没有时间作案，有宾客可以作证。沈岩，肯定是你和此人勾结，给老夫人下毒，事后又派人将其杀人灭口，证据确凿，你休要抵赖。杀人凶手就在我们当中，凶手当时和王大嫂离得很近，他踢王大嫂的时候，鞋子上面肯定被沾了油渍。现在我们只要查出谁的鞋子上面有油渍，那此人一定是凶手。大家都仔细检查检查，看看自己的鞋子有没有油渍。谢怀景、燕青、冷玉婷3人根本没有看自己的鞋子，他们在看周围。其他大部分人都低头撩起衣衫，查看自己的鞋子。我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。沈岩目光横扫，最后落在长公主身上。凶手就是你，长公主。胡说八道！沈岩，你对我有任何不满，你大可以说出来，没必要栽赃陷害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娘，你这样叫大不孝。我可没有你这样狠心的娘。方才大家都在看自己的鞋，只有你不仅不看自己的鞋，反而把自己的鞋往里面缩，生怕被人看见一样。如果你还不服，我只有禀报皇上，请皇上来明断。长公主，你在隐藏什么？你敢把你的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吗？到了这一刻，其实凶手是谁，大家都心知肚明了。长姐，我娘是长公主，是我太后外祖母的长心娇，她的身份如此尊贵，她的鞋子是说看就能看的吗？长姐，我知道你对我娘一直心存怨恨，但是我娘如此善良，她绝对不可能是凶手的。你看，你把我娘的脸都吓白了。娘，您为了祖母的寿宴操碎了心，现在还要受到委屈，您太累了，女儿扶您去休息。母女2人正要迈步，
却发现谢怀瑾和燕青站到他们面前，拦住了去路。谢怀瑾，我是你姑姑。凶手没有查出来，谁也不许离开。长公主，您若不是凶手，心虚什么？长公主，你就给大家看看，向大家证明你不是凶手，这多简单呀！小心，有蛇！长公主的思绪正在飘荡，闻言本能地提起衣裙，然后低头望去，想看看蛇在哪儿。长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承认？王大嫂端的菜是蛋花汤，你的鞋子上面就有蛋花，证据确凿。你觉得你抵赖得了？如果当时他不是为了赶时间，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自己鞋子上沾了东西呢？如果你还不服，我只有禀报皇上，请皇上来明断。长公主，真的是你？沈建章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长公主，我娘一向疼爱你敬你，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长公主，刚刚你还说是沈岩下的毒，原来凶手竟然是你自己呀！这是贼喊捉贼呀！这还不明显吗？他用如此心狠手辣的手段，就是为了陷害沈大小姐。哎呦，真的是披着人皮的狼啊！连自己的婆婆都能下得去手，好恶毒的女人呐！朕就夺取你的封号，即刻前往普宁寺修行，为被你杀害的人赎罪，无诏不得回京。够了！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就算我做错了什么，也轮不到你们来评判我。他丝毫没有反悔之心，依旧是趾高气昂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长公主，你蓄意谋害自己的婆婆，还将王大嫂杀人灭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我们平民百姓是无权处置你，但国法岂会容你？国法又如何？我母后是大秦国太后，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我看谁敢把我怎么样？朕敢！参见皇上。长公主看着玄德帝，满脸惊慌，竟忘了下跪。皇兄，您怎么来了？他母后是太后娘娘没错，可是掌管着大秦国的，毕竟还是玄德帝。朕要是不来，又怎么能听到长公主这番骇人听闻的言论？谢云慧，你真是太让朕失望了。皇兄，你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朕在外面已经听到了。今天若不是朕亲耳听见，你是不是还要用你长公主的身份继续在外面为非作歹？皇家给你长公主的封号，是希望你能担起皇室的职责，爱护子民，体恤子民。既然你做不到，朕就夺取你的封号，即刻前往普宁寺修行，为被你杀害的人赎罪，无诏不得回京。长公主瘫软在地，面色惨白。没有了长公主的名号，她以后还如何在世间立足啊？她的女儿将永远抬不起头来，她的丈夫可能再也不会要她，而那些曾经她欺负过的人都会过来踩她一脚。皇兄，您不能惩罚我，我是我母后唯一的女儿，大秦国唯一的长公主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不是了。冷玉婷，把她带下去，由你负责，亲自押送至普宁寺。是，皇上。舅舅，我娘也是一时糊涂，求您开恩，饶恕我娘。所有人不许求情，求情者同罪。公主，请吧。青儿，你去告诉你外祖母，说我此生不能给她尽孝了。娘。玄德帝现在的心情很差，而且他知道太后一定会插手此事，所以他现在必须回宫。等到宾客散尽，沈建章冷冷地瞪着沈岩，直接抬手就要打他。沈大人，你可真窝囊，没本事打毒杀你亲生母亲的凶手，只有本事拿你女儿撒气，就因为那凶手有太后撑腰。你祖母好好的，你为何要揭穿长公主？你知道没了长公主，丞相府会被多少人瞧不起吗？丞相府会被多少人瞧不起，与我何干？沈大人，以前我只觉得你窝囊，不配做一个父亲，现在我觉得你意欲熏心，狼心狗肺，根本不配做一个儿子，甚至不配做人，德不配位。你看着，
总有一日，你要从丞相的位置滚下来，受千夫所指，遭万人唾弃。他仿佛看到了沈岩骂他的下场变成了现实。沈岩，都是你，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。贱人，和你娘一样下贱，你怎么不和你娘一起去死？老夫人，你的儿媳妇下毒害你，你的亲生儿子要前途不要你，这些都是我造成的吗？不是你是谁呀？你如果早点死了，长公主又怎么会被你逼得下毒害我？我儿子又怎么为了丞相府而放弃我？我原本是长公主的婆婆，丞相的亲娘，我孙女还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我处处受人敬重，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公主她还下毒谋害她的婆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就像朕的后宫嫔妃谋害你，你能轻易原谅吗？老夫人，你真可怜，长公主利用你对付我，就足以说明她没有把你放在心上。今天若不是有太医在，你就死了。至于你儿子，是他自己本身就冷血，他当初可以为了前途背叛我娘，如今也可以为了前途不要你这个亲生母亲。他的眼里从来都只有他自己。老夫人，你真是一个可怜虫。你，皇上，你是不是该给哀家一个解释？这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云慧是你的妹妹，是哀家唯一的女儿，你剥夺她的封号，让她囚禁在普宁寺，你考虑过哀家的感受吗？你于心何忍？母后，杀人偿命天经地义，这已经网开一面，至少公主她还活着，不惩罚她，朕还如何治理天下？让天下百姓指着朕的鼻子骂朕，包庇凶手是非不分，是个昏君。哀家已经打听清楚，死的人不过是一个家奴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家奴犯错，云慧她身为主子，本就有权利处置，她就算是杀了那家奴，也是合情合理。母后，家奴犯错，主子是可以随意处罚，但公主她这是蓄意杀害家奴，这是两码子事。而且公主她还下毒谋害她的婆婆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吗？就像朕的后宫嫔妃谋害你，你能轻易原谅吗？陈富贵，送太后娘娘回宫休息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慧儿是犯了错，你可以罚他面壁思过，抄经书，为死者积福，或者禁足1月，这些都可以。为何要惩罚这么重？沈岩，我们是时候换换身份，该轮到你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。一条人命，外加杀人未遂，母后觉得你说的这些惩罚可以抵消他的罪孽吗？皇上，你别忘了，如果当年不是哀家收养了你，你又怎么能坐上这个位置？做人不能忘本。太后娘娘，你可以走了。太后，臣女见过皇上。免礼。沈大小姐可知朕叫你来所为何事啊？臣女记得前不久皇上吩咐臣女写了几句话，想必和这有关。真不愧是沈大小姐啊。他将早已准备好的2张纸摆到沈岩面前，沈岩目光落在眼前的2张纸上，他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愕。皇上，这2份笔记都是臣女的，只是时间间隔有些长了。这是你5岁时所写，后来你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还离开了京城。如今你又回到了5岁时的智力，却不记得当初的事。朕认为你应该是失忆了。他想起谢怀景对他说过的那些话，他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。他根本不是在原主成亲那天才穿越过来的，而是在很多年以前就穿越了。皇上需要臣女做什么？朕需要你做朕的智囊。主人，沈岩知道他的身份了，知道他不是才从那个世界过来，而是已经过来了很多年了。哼，是吗？
知道又如何？只要没有恢复记忆，他依旧是个废物。被称为主人的人一身黑衣，还戴着一个黑色斗笠，无法看清他的面容，只能看到他的身形跟沈岩是一模一样的。主人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沈岩最近和沈青青斗得火热，你去帮帮沈青青，让她和沈岩好好玩玩。是，主人。沈岩，我们是时候换换身份，该轮到你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黑暗里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转眼便到了7月初7乞巧节，其实就是变相的相亲节。沈岩也在应邀之列。沈二小姐，你这次准备了什么才艺啊？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哎呀，像沈二小姐这样的才女，就算什么都不准备，肯定也是艳压全场。也不一定啊，毕竟我长姐回来了。切，就那个废物啊，她也配和二小姐你比啊？这是谁啊？生得如此美，竟然把沈二小姐都给比下去了。孙小姐，你怎么和她在一起？你忘了她是京城出了名的废材吗？我觉得沈大小姐很好，长得又这么漂亮。长得漂亮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个花瓶。要像我青青姐一样，不仅人长得好看，还是京城第一才女。长得好看当然有用，能让你嫉妒狂躁。何小姐，你不感谢我就算了，怎么还对你的恩人出言不逊呢？你，沈大小姐，你真厉害。长姐，年年表妹还小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应该互相谦让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快看，3殿下来了！还有4殿下，燕公子竟然也和他们一起的。镇南王世子从来不参加这种节的，没有想到他也来了。所有皇子和京城第一才子、第一纨绔一同出现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！沈岩听到这些议论声，抬眸望去，他的目光准确无误地落到了谢怀景身上，正巧谢怀景也看向了他。这一刻，他们四目相对，暖意丛生。表姐，我怎么觉得3殿下不是在看你啊？3殿下好像是在看沈岩。表姐，我怎么觉得3殿下不是在看你啊？3殿下好像是在看沈岩。这么远，你看错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看错？殿下，你可千万不能变心啊！如今我只有你了，今天一定要夺得第1名，牢牢抓住谢成宇的心。沈大小姐，我发现他们都在看你呢，特别是世子和燕公子，他俩的眼神与其他人不一样。你不看他们，怎么知道他们在看谁？难不成这其中有你的意中人？才没有呢！我孙欢心要一辈子不嫁人，若是嫁人，也必须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否则免谈。皇后娘娘驾到！见过皇后娘娘，诸位娘娘。免礼，哪位是沈大小姐啊？臣女在。果然是第一美人啊！本宫听说你还会医术，前些日子还救了国公夫人。是，皇后娘娘。不错不错，长得很美，还会医术，是一个难得的好姑娘。谢皇后娘娘。德妃妹妹，你现在是不是后悔没有做成沈大小姐的婆婆？德妃说后悔不对，说不后悔也不对，只能是讪讪一笑。沈大小姐今天可准备了什么才艺啊？臣女昨日下午才接到帖子，没有来得及准备才艺。沈岩可不会给二夫人遮掩。沈大小姐没有准备也不用紧张，一会儿临场发挥即可。是，皇后娘娘。荣月，让大家抽签吧。终于到沈二小姐了，不知道她今年会表演什么。无论她表演什么啊，都一定是最好的。青儿见过各位娘娘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。青儿放轻松，你只要正常发挥即可。沈二小姐，我也看好你。他们讨好沈青青，就等于讨好太后。你说新武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
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他今天要弹奏的曲子是他苦练许久的。当他指腹划过琴弦，琴音飞出时，众人大惊。沈二小姐弹的是浮生？对，就是浮生，传闻中最难弹的曲子。还得是沈二小姐，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。一曲完毕，掌声如雷。沈青青知道她今天赢定了。沈大小姐，你觉得她弹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沈岩，你竟然还有脸说我表姐弹得不怎么样？京城第一才女，你连她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不是了。你这狗腿子的日子也要过到头了。表姐，沈岩她羞辱你。只有真正无能的人才会羞辱别人，我们还是用实力说话吧。哼，就是，有本事和我表姐比实力啊！正巧此时荣月再请下一位，沈岩便站了起来。沈二小姐，希望你牢牢记住你现在说的话，到时候别哭。京城第一废柴，竟然妄想和京城第一才女比啊！这沈岩还真是倒霉，竟排在沈二小姐后面。你说顶着这样的压力，他不输才怪吧？别说话了，还是安静看沈岩出丑吧。见过各位娘娘，臣女画一幅画送给大家。沈大小姐啊，我没有听错吧？你要画画送给大家？德妃毫不掩饰自己的嘲笑。难道你就不怕污了大家的眼？臣女当然不怕，只有先污者，看什么都认为是丑的。沈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骂我！德妃娘娘，臣女所说的哪一个字是骂你的？你说新污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大小姐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万家灯火。你说新污者看什么都是丑的，你岂不是在骂我的内心？臣女说的是那些心有污者，德妃娘娘为何要对号入座？我说德妃妹妹，人家沈大小姐都不是你未来的儿媳妇了，你又何必端出一副婆婆的架子来教训她？德妃，今天是各位世家小姐表演才艺的日子，你要训人也得挑时候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沈岩，等你出丑的时候，我再收拾你。沈大小姐，请开始你的表演吧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沈岩走到画纸前，他提笔将脑中的图案一一呈现在纸上，他全神贯注，画画的姿势也很熟练。他不会真的会画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忘了，他曾经可是连圆都不会画的人。沈岩速度很快，他放下画笔，向皇后禀报：皇后娘娘，臣女画完了，给本宫看看。是，皇后娘娘。皇后望去，满脸疑惑：沈大小姐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万家灯火。万家灯火？哎呦，真是笑死个人了！不就是一幅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画吗？沈岩，就你这样的画还送给大家，你就是倒贴银子也没人要。沈大小姐，你没有才能，我们可以不取笑你，但是你没有才，却偏偏装作有才的样子来糊弄大家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沈岩，你刚刚不是说要凭实力说话吗？这就是你的实力啊！长姐，你如果现在立刻给大家道歉，承认你弄虚作假的事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原谅你的。沈青青善解人意地说：沈大小姐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相信她。皇后娘娘，可否借臣女10支红烛？皇后看了一眼荣月，荣月很快将10支红烛拿了过来。好，非常好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啊！沈岩将红烛掰成长短不一，按照一定的样式摆着，然后将画纸立在红烛面前。紧接着，他开始点燃第一根烛。这时，平淡无奇的画开始发生变化了。沈岩却并没有停下，直至把10根红烛全部点完。原本的落日余晖消失了，画纸上面的天已经黑了。可离奇的是，沈岩画的每个屋子都是亮的，而且每个屋子里面的光因为距离的不同有明有暗，这不像是画的，
反倒是像亲眼所见。此时整个殿内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可置信。皇后娘娘，这便是万家灯火。臣女刚刚说要画一幅画送给大家，这里面的万家灯火，总有一盏灯是为大家亮的。这里面的万家灯火，总有一盏灯是为大家亮的。夜幕来临，有人与你共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有人为你亮一盏灯。臣女希望大家心中有温暖，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幸福。沈岩说完，众人才回过神儿来，没有一个人反驳沈岩。这时皇后带头鼓掌，说得好，沈大小姐，你让本宫惊艳了。有趣的思路，与众不同的画技，宽阔的心胸，真可谓是才思敏捷，大爱无疆啊！好，非常好，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啊！皇后话音落下，殿内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沈青青直接把自己的掌心都抠出血了。又是沈岩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他凭什么？沈大小姐，你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今天的第一名是沈岩，沈大小姐，恭喜你啊！沈大小姐，你太棒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燕青微微一笑，她看向沈岩的目光越发温柔。谢怀瑾一脸痞笑，无论沈岩如何，在她心里都是无可替代的存在。沈大小姐，你先回去休息，辛苦了。是皇后娘娘。沈二小姐，你服了吗？被沈岩如此羞辱，沈青青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沈岩，你别太过分，不就是画得好吗？画得好就是了不起，你有本事你也去画呀！一直在那针对沈大小姐，你说毛病吗？何子宁，沈二小姐都认输了没有说话，你一直在这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你要有本事，你就替沈二小姐赢回来啊！口才不错，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真的是以为你没有朋友似的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欺负回去。好，孙小姐，以后我就靠你了。以后有我孙欢心在，绝不让人欺负沈岩。几位妹妹，你们说说，今天的表演谁最出彩呀？当然是沈二小姐。德妃睁眼说瞎话，我认为是沈大小姐。婉贵妃的声音很大，生怕别人听不见她说话似的。沈大小姐表演得很入人心，本宫也是如此认为的。表演才艺不仅仅是一门技术，更重要的是赋予这门技术有特别的含义，让表演有了灵魂。我觉得这一点啊，沈大小姐就做得很好。今天拔得头筹的就是沈大小姐，诸位可有意见？没有意见。那就这么定了，今天的第一名是沈岩。沈大小姐，恭喜你啊！多谢皇后娘娘，也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。皇后看着沈岩宠辱不惊，谦逊有礼。沈岩绝对不是废材，而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。沈氏之女名言，聪慧敏捷，才思泉涌，心纯质厚，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。在今天乞巧节上的表演，荣获第2的是傅义君傅小姐，荣获第3的是沈青青沈二小姐，恭喜二位。如果沈岩得第1，对沈青青的暴击是1000，那傅义君得第2，对她的暴击就是10000。她可是京城第一才女，怎么一下子就跌落到了第3的地步啊？这让她以后还有何颜面见人？既然本宫提议评定第2、第3名，那有名次就应该有奖励。现在请沈大小姐、傅小姐、沈二小姐一起上来领奖励吧。沈岩的奖励最多，他用托盘端着，有些沉甸甸的。3位小姐都下去吧，希望你们再接再厉，将来有更好的表演呈现给大家。沈大小姐请留步。沈大小姐接旨。沈岩立刻跪下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沈氏之女名言，聪慧敏捷，才思泉涌，
心纯质厚，是名副其实的京城第一才女，现特赐绸缎、金银首饰、文房四宝，以示鼓励，望儿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钦此。臣女领旨，谨遵圣旨，不负圣望。沈大小姐，恭喜你。多谢。玄德帝从未赏赐过在乞巧节上表演得第一的女子，沈岩是第一个，而且还是派冷玉婷亲自来宣旨，可见这玄德帝对沈岩有多么在意。沈青青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玄德帝可是他的亲舅舅啊，为何要对沈岩如此偏心？他怒火攻心，头晕目眩，直接摔倒在地。12小姐晕倒了，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，不就是没得第一吗？这就脱衣服了？你要对人家做什么呀？这承受能力也太差了，不就是没得第一吗？他不是时常说结果不重要，重在参与吗？怎么事情落到他头上，他就受不了了呢？没有想到沈二小姐竟然是这样虚伪的人，以前真是看错她了。来人，把沈二小姐扶到坤宁宫去歇歇。沈大小姐，今天这么大的喜事，我邀请你与我共进晚餐，一起庆祝如何？冷玉婷那是玄德帝的亲信，手握大权，掌管着众多人的生死，就连皇后都对她很客气，谁嫁给她就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传言她不近女色，这怎的突然就对沈岩感兴趣了？没空。沈岩没有瞬息的犹豫，拒绝的十分干脆。沈大小姐何时有空？我可以等。只要是冷楼主找我，我都没空。沈大小姐，你真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子，真是遗憾，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发现？沈大小姐，以后我们会常见面。冷玉婷当着后妃的面和沈岩说着如此暧昧的话，却没有一个人训斥她，可见她平时得有多嚣张。各位娘娘，臣告退。7月初10，沈岩创建属于他自己的势力，取名天道阁，他是阁主。翌日，镇南王王府，今天他终于将药材都备齐了，准备给谢怀景解毒。把衣服脱掉。这就脱衣服了？你要对人家做什么呀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脱掉衣服，坐到里面去，我给你解毒。你在等我给你脱吗？也不是不可以啊。谢怀景一脸坏笑，沈岩随手拿起药箱里的刀。我的手不会脱衣服，但刀可以，只是刀没有眼睛，若是一不小心伤到你哪里了，可别怪我。不用偷偷站在后面看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前面来。你想看哪里，我都给你看。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侍妾的，至于娶妻，我非你不娶。说我另嫁他人呢？不可能，你这一辈子只能嫁给我。你敢嫁给他人，我就敢抢亲。你这叫破坏别人的幸福。我很确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是对你最好的人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给你一切，包括我的命。无论他曾经名声扫地，还是如今渐露锋芒，谢怀景始终如一，深情不移。好了，好端端的说这个做甚？快脱衣服，一会儿要凉了。这屋里真热，我出去透透气。谢怀景中毒是秘密，解毒自然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谢怀景脱掉上衣，坐进了木桶，朝外喊了句：“进来吧。”沈岩闻声推门进来，穿过屏风看到的便是一张美背。不用偷偷站在后面看，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到前面来。你想看哪里，我都给你看。沈岩拔高声音掩饰心虚：“谁在偷看了？我是大夫，在我眼里没有男女之分，只有病人和未病人。”目光落到谢怀景胸前时，就无法移开了。谢怀景的身材是真完美，完美的让他一个女孩子都嫉妒。只是他心口处有一处伤疤，像是剑伤。好看吗？谁看你啊？坐好，手放在药水里面去。药浴就应该有药浴的样子。
他觉得谢怀景是居心不良，故意引诱他。好啊，沈大夫。沈岩拿起一旁的银针，胸前的剑伤怎么来的？你在关心我？当然不是，我是大夫，得全面了解你身体的情况，然后好下针。当年我和你约定，等我回府禀明爹娘，就去向你提亲。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，我爹娘就去世了。沈岩，我当年承诺过长大后娶你为妻，我没有失信，也从未放弃过。我也身受重伤，我担心你等不到我的消息，会以为我不守承诺，于是醒来就立即去找你。可你已经跟谢成宇有了婚约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了，当时就晕倒了。等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离开了京城。后来我去找过你，但你失忆了，已经不认识我了。这剑伤就是当时留下来的，体内的毒也是如此。听到谢怀景的声音，沈岩第一次觉得心痛，仿佛这是心底的潜意识，是在这瞬间被激发出来的。沈岩，我当年承诺过长大后娶你为妻，我没有失信，也从未放弃过。我知道，我会查清当年失忆的原因，给你一个交代，也给他们错过的10余年一个交代。好，我会等你的，会陪着你一起寻找真相的。他知道沈岩失去了曾经的记忆，让他突然接受他10余年的思念和爱慕有些困难。我要开始施针了，会很难受，你忍忍。来吧。沈岩开始施针，不到10瞬息，谢怀景便皱紧了眉头，浑身颤抖。他咬紧牙关，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。沈岩便看到谢怀景的嘴角流出了暗红色的血渍，身上的血管都凸了起来，就像要爆炸一样。不好，谢怀景体内的毒太强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毒会反噬，侵蚀他的5脏6腑，他会没命的。沈岩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坐到桶里，双手贴在谢怀景胸前，开始往他体内输送内力。沈岩的手在碰到谢怀景胸前的瞬间，谢怀景体内的毒就往他身体里钻，那剧毒来势汹汹，犹如洪水猛兽，疯狂冲击着沈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。突然，沈岩脑海里闪过了一个画面，他从湖边走过，看到有人落水，双手扑腾扑腾，嘴里喊着救命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便跳了下去，最后成功将落水的小男孩救了起来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谢怀景正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。他低头一看，自己浑身都湿了，整个身体曲线一览无遗。谢怀景，臭流氓！我怎么就是臭流氓了？我也才刚刚醒过来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还看？把眼睛闭上！谢怀景觉得生气的沈岩很可爱，他忍不住笑了。你看到了多少？没有看见。撒谎！就看到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点。沈岩，我们早晚要成亲的，我会对你负责的，你不必担心。谁要和你成亲？沈岩话是这么说，手却搭上了谢怀景的手腕。毒已经解了，你之前帮我的，我还清了。他那才恢复的一点记忆已经荡然无存。你从来不欠我的，是我欠你的，所以我打算用一辈子来还。一辈子太长，只争朝夕。先让人帮我买一套衣裳来换吧。不用买，府里有的。谢怀景从木桶里出来，走到自己的衣柜里，将门一拉开。你自己挑。那衣柜里面全是女子衣裳。你看那里好多人，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大小姐，是昨日书院考核放榜了。沈岩走近一看，没想到第1名竟是他。沈岩，你没有想到吧？这次书院考核第1名会是我。那又如何？我得了第1名，我的皇帝舅舅就会答应我一个请求。沈岩，你把我娘害得去了普宁寺，我又把我娘救了回来，证明我比你强。你放弃吧，你斗不过我的。我能废你娘1次，就能废了她第2次，而且1次比1次狠。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。沈青青，这第1名真的是你自己考的？这其中不会有什么猫腻吧？沈青青神色一慌，连沈岩的眼睛都不敢看。胡说八道！沈岩，我知道我考了第1你不舒服，
但你也不能因为嫉妒我就污蔑我吧？果然是乡巴佬，画个画得第一，就以为自己是京城第一才女了。哼，果然，沈二小姐这京城第一才女的位置，无人能比。果然如太后所言，只要这一次她考了第一，她就能彻底翻身。你们的嘴是长来专门贬低别人的吗？如果没用的话，就割了喂狗吧。我这京城第一才女的身份是皇上亲封的，我听你们的意思是对皇上的封赐不满是吗？以后我再听到谁议论我的是非，我会向皇上传达你们的意见。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你们的脑袋够不够砍。再也不敢多说沈岩半句。沈二小姐，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欲盖弥彰吗？什么意思？你最好祈祷你这第一的位置能坐久一点。他得马上进宫向玄德帝请求长公主回来。汉兰书院招先生考核，沈岩奉玄德帝之命参加考核。等他考核回到丞相府时，长公主已经到了府中。站住！秋雨，你听到狗叫了吗？奴婢听到了。大小姐快走吧，奴婢怕被咬。怕什么？狗咬我一口，我要狗一条命。看来在普宁寺的这段日子还没有学好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。谢云慧听到沈岩直呼自己的名字，还辱骂自己是条狗。贱人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。长公主抬手就要打沈岩，你这一巴掌落下来，我会让你立刻滚回到普宁寺去。长公主的手僵在半空，迟迟不敢落下。谢云慧，该到清账的时候了。长公主摔倒在地，沈岩扬长而去。快进宫，我要去见我的母后。沈岩，你给我等着。这一夜，丞相府灯火通明，他们在庆祝长公主平安归来。不过，这样的快乐只持续到第二天天明。秋雨抡起鼓槌，狠狠地敲击着大理寺门前的鸣冤鼓。很快，他被带到大理寺卿的面前。在大秦国，律法最大，若有违令者，我可持敕天剑就地正法。穆远征，你胆子肥了。云慧公主，下官也是依法办事，请您配合。死蹄子，你竟然还敢告我，看我不打死你！拦住他！我是大秦国长公主，我看谁敢拿我！我敢！沈岩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，双手举着一把宝剑，满脸肃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敕天剑，见此剑犹如玄德帝亲临，上可斩皇亲贵戚，下可斩贪官污吏。长公主眼睛都看呆了，敕天剑这样的宝物怎么可能落到沈岩这样的废材手中？沈岩，你这剑是假的吧？你竟然敢拿剑冒充敕天剑，你这是死罪！跪下！一把冒牌剑。沈岩举起手中的敕天剑，狠狠打向长公主的双腿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沈岩举着剑，穆大人，我是沈岩，奉皇上之命协助你查办此案。皇上旨意，绝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。在大秦国，律法最大，若有违令者，我可持敕天剑就地正法。听了沈岩的话，大理寺卿瞬间明白，玄德帝这是铁了心要查办长公主。大理寺卿记得，上一个拿着敕天剑代替玄德帝的还是镇南王。臣遵旨。大理寺卿是个刚正不阿的人，沈岩吩咐秋雨来击鼓鸣冤，他则进宫去请敕天剑。长公主见此情景，她终于知道今天的一切是动真格的了，立即朝门口的沈青青使眼色，让她进宫去求太后来救她。沈青青立即会意，当她疯跑出大理寺，正要往皇宫去的时候，却被谢怀瑾拦住了去路。世子，你拦着我做甚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当然是不让你去报信了。原来你和沈岩早就勾结好了。沈岩品行不端，和好多的男子牵扯不清，你为他做这么多，你值得吗？值不值得，本世子说了算。只要他愿意，我可以把全天下最好的捧到他面前送给他。
小六啊，把他嘴封上，太臭了。要不是留着你有用，本世子现在就把你这张臭嘴割去喂狗。他这骂人的话都跟沈岩一模一样。带走，等里头的事结束了再放他出来。是，世子。长公主，京兆尹，你们2人勾结害死丁氏夫妇，证据确凿，可知罪？我没有罪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。在太后娘娘到来之前，我不会承认任何一件事。大人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下官一身清廉，爱护百姓，怎可做这荒唐事啊？穆大人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死丫头和沈岩是一伙的，肯定是他们勾结起来诬陷本公主。你快把他们抓起来，本公主可以不追究你对本公主无礼的事。荒唐！这是公堂，岂容你们放肆？京兆尹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他让衙役把手上的账本递给京兆尹，这上面记录的正是长公主指使他打死丁氏夫妇的详细经过。前几日这账本不见了，没想到竟落到了沈岩的手中。胡说八道！本公主根本没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对这上面记录的一切毫不知情。云慧公主，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穆大人，我还有证人。带证人。谢怀景带着冬青过来。冬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人，奴婢可以作证，是云慧公主指使了京兆尹杀了丁氏夫妇。冬青，贱蹄子，本公主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冬青一把将衣袖撩了起来，露出满是伤痕的手臂。公主，您这叫对奴婢好吗？谢云慧，你若是老实伏法，还能留你一条命；若你再敢放肆，我立刻杀了你！你只是本公主的奴才，你配做人吗？打你骂你一下怎么了？有没有要你的命？公主，奴婢想要做个人，奴婢也奉劝公主您做个人。奴婢知道您做过的所有伤天害理的事，你逃不掉的。这时，谢怀景补了一刀：沈二小姐也无法进宫向太后娘娘求救。公主啊，你认罪吧。云慧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沈岩站起身来，拿着赤天剑指向长公主。铁证如山，就算你抵死不认也毫无意义，我依旧可以处罚你。我是太后娘娘唯一的女儿，你敢把我如何？云慧公主，之前皇上已经废除你的封号，你早就不是大秦国的长公主了，怎么还认不清现实？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做梦，怎么短短时间就从云端坠入尘埃了呢？穆大人，云慧公主无视王法，买凶杀人，该当何罪？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。允了。他此刻代表的是玄德帝，他一声允了，便决定了长公主的下场。不，沈岩，我杀了你，你毁了我！长公主还未扑到沈岩面前，就被谢怀景抬腿一脚踢去。受死！谢云慧，你若是老实伏法，还能留你一条命；若你再敢放肆，我立刻杀了你！他明白，从此以后，她再也不是大秦国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再也不是皇家女儿了。娘，公主。沈青青是被林小六卡着时间故意放出来的，就是为了能让她亲眼目睹长公主被处罚的下场。娘怎么会这样？沈青青没有想到，沈岩竟然连多年前的事儿都查得一清二楚。那他做的那些事，是不是也瞒不住沈岩了？沈岩，她是你母亲，你怎么狠得下手？任何人做错事都应该受到惩罚，谢云慧这是罪有应得。沈大人身为一国之相，竟然能说出如此罔顾律法的事，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有没有能力胜任这一国之相。沈大人，谢云慧与你是夫妻，她买凶杀人一事，你是否知情？你是不是包庇她了？我毫不知情，我也没有包庇她。我身为丞相，岂可能知法犯法？她做的任何事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沈建章，你忘恩负义，没有我谢云慧，哪里有你今天？我有今时的地位都是我自己努力所得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谢云慧，你作恶多端，自食恶果，不要连累到孩子。以后我会照顾好他们的。沈建章，
你好狠的心啊！我谢云慧这些年终究是错付了。沈大人，谢云慧即将被逐出京城，你们夫妻一体，你要和他一起吗？我怎么可能和他一起？他是他，我是我。我沈建章没有如此心狠手辣的妻子。沈建章，你要做什么？昔日他仰仗的人，如今沦为阶下囚，而他一向厌恶的女儿，却作为审判者高高在上。看来他得换目标了。谢云慧，我要休了你！就算被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，她依旧是丞相夫人。可若是被休弃，那她当真就一无所有了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沈建章，你不能如此绝情。建章，沈大人，夫君，我们是夫妻呀！我那么爱你，你怎么可以休了我？爹，您不能休了娘亲，您休了娘亲，娘亲她就没家了。沈岩，我立刻回府写休书，你进宫向皇上表明，对于谢云慧这样的恶妇，我绝对不会容忍。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和太后，谢云慧现在还在普宁寺逍遥。穆大人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您了，我现在进宫向皇上复命。沈大小姐，烦请你转禀皇上，臣一定会秉公执法，不负圣望。沈岩，你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，就等着我把我娘救回来，然后再报复我娘？将谢云慧绳之以法是我计划中的事，只是没有想到你会提前参加考核，将她送到我面前，让我提前达到目的。你可真是我亲姐妹，谢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和太后，谢云慧现在还在普宁寺逍遥。她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。果然是他和太后害了他娘啊！沈岩，你好恶毒！你今日给我的痛苦，他日我必将100倍1000倍的还给你。我只是把你们给我的痛苦还给你们而已，你尽管放马过来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痛不欲生。你进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谢怀景猜测玄德帝和沈岩之间有某种约定，他不会去窥探这个秘密。无论沈岩想做什么，他都无条件支持。好，我很快出来。也不是他故意要瞒着谢怀景，只是现在还不到说的时机。臣女见过皇上，请皇上收回赤天剑。结果如何？贬为庶人，逐出京城。很好，昨天的考核结果出来了。臣女是第一吗？没错，竟然如此有自信。那臣女信不辱使命，完成皇上交代的任务。你不仅完成了任务，而且完成得很出色，是朕见过的最出色的女子。多谢皇上夸奖。沈岩，今天你处罚了谢云慧，他日所有的利刃皆朝你而来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臣女已经做好准备，正准备查这件事儿，你就把证据都摆在我面前了。臣女已经做好准备。好，放手去做，任何事有朕给你担着。朕希望有朝一日，你带着赤天剑，踏碎天下之不公，铲尽四海之邪恶。臣女定不负皇上所托，以生命相系，竭尽全力。陈公公就守在御书房外，连只蚊子都不让靠近。无人知晓沈岩与玄德帝在此议论的事情关乎大秦国的千秋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消息，我觉得这也是你目前最想要的，证据都帮你准备好了。我正准备查这件事儿，你就把证据都摆在我面前了。谢怀景，你真的是太好了。不过聪明神速如你，怎么会是京城第一纨绔？把自己名声弄这么臭做甚？保命，你想何时做？等合适的时机。世子，东卿要见沈大小姐，说有秘密告诉沈大小姐。你有什么话对我说？我要银子，我要10万两银子。他背叛了长公主，太后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拿什么与我交换？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是关于沈大小姐您亲生母亲的。什么秘密？林小六，去拿10万两银票来。你最好给我有用的信息，不然你不仅拿不到银子，连命都得丢。世子，这是10万两银票，
若你敢撒谎，就算你拿着银子跑到天涯海角，本世子有千百种方式找到你。沈大小姐，您母亲的死并不像是外界传言的因病而亡，而是另有蹊跷。冬青将自己知道的告诉沈岩。沈大小姐，世子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会查证你说的话，若是事实，我会撤回我的人，你彻底自由。若你撒谎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我向您保证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安排人送他离开。是，世子。安排人送他离开。是，世子。谢怀景站在沈岩面前，轻轻将其拉入怀中。沈岩，我会陪着你查出真相，手刃仇人的。我娘去世10年了，想要查真相还需要时间。不是你说过的，验过留痕，我们总能找到蛛丝马迹的。谢谢你，谢怀景。我现在回去取银票，一会儿送来还你。不用还了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就当是我提前给的聘礼吧。这整个镇南王府，包括我，终将一日都只属于你。你提前拿自己的银子来用，还来还一双。谢怀景，你嘴真甜，真招人喜欢。谢怀景，你嘴真甜，真招人喜欢。哦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喜欢的，只是你害羞不好意思回答。没关系，你的心意我都懂。他会给沈岩时间，让沈岩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真正的喜欢上他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府。好。沈岩明白谢怀景的爱炽热真诚，专一独宠，倾尽所有。这样的宝藏男子，无论谁遇到都会想要好好对待他吧。沈进章，你这没良心的！本公主高高在上的时候，你跪在面前舔本公主的脚，如今本公主落魄了，你就如此羞辱，你不得好死！长公主手里抓着休书，披头散发，痛哭流涕。放肆！你如今已经不是公主了，带朕的东西滚！简直就像是泼妇和渣男在骂街，脸都丢尽了。沈岩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然而他的手还未碰到沈岩，就被谢怀景踢飞了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敢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？谢怀景，我是你姑姑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外人这样对我！沈岩不是外人，是我的心上人。你若是对我不敬，我心胸宽广，尚且还能饶你一次。可你若是胆敢伤害沈岩一分一毫，我心会比针尖儿还小。谢云慧，你当初插入我娘的婚姻生活，将我撵出京城，即使我到了乡下，你还想着要我的命，多次派人杀我，对我下毒，歹毒至极。那时候你没有想到，你竟然也有今天吧？夫离子散，众叛亲离，无家可归，从高贵的公主变成如今人人唾弃的嫁堂妇。谢云慧，这都是你应得的报应，是你欺辱我这10余年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你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冬青背叛我？太后娘娘，朕先是天下百姓的皇上，后才是你的儿子。沈岩，你来书房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沈建章想讨好沈岩，却又放不下架子。我和沈大人还有何话可说？沈岩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身上还流着我的血，我们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？过去的事情难道就不能让它过去吗？你可真是唯利是图啊！以前见我没有利用价值就要打死我，如今见我可以利用就来讨好我。沈大人，动物和人的最大区别就是虎毒尚不食子，你连动物都不如。你，皇上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哀家恩情的？瞒着哀家查办哀家唯一的女儿，甚至哀家都没见上她一面，你就将她赶出了京城，你将哀家置于何地？太后娘娘这是来兴师问罪了。是又如何？
哀家身为一国太后，难道连过问的权利都没有了？太后，你打着抚养朕的旗号让朕报恩，无论前朝还是后宫的事，你都要过问，要不然朕这个位置让你来做。太后娘娘，朕先是天下百姓的皇上，后才是你的儿子。谢云会不伐，如何令天下百姓幸福？此事已成定局，绝无更改的可能。太后娘娘，您请回吧。皇上的翅膀硬了，你以为区沈岩能帮你什么？他帮了朕什么还不够明显吗？不然太后娘娘哪儿来的愤怒啊？你，看来皇上是一点都不念我们的母子之情了。太后娘娘对朕可有半点母子之情？太后娘娘，朕自从到了您跟前，虽然您没有给过朕一天疼爱，但朕依旧尊称您一声母亲，该给您的荣耀一分没少。只要您安分守己，您永远是大秦国的太后。皇上，哀家还活着，这大秦国，哀家还能说得上话。小小沈岩，哀家要他死，他绝对不能生。玄德帝看着太后离去的背影，目光越来越冷。你是谁？没用的东西！你这样窝囊，还如何打败沈岩？你不也一样没有打败沈岩吗？不然你如何会来找我？找死！黑衣人一把掐住沈青青的脖子，天上地下，无人可以嘲笑我。若不是你还有用处，此刻你已经死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？让你看看也无妨，反正总要见光的。他缓缓地取下斗笠，露出自己的脸。你到底是谁？是我好看，还是他好看？这明明就是一张跟沈岩一模一样的脸，毫无差别，如何比较啊？你和沈岩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会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什么叫做我和他长得一模一样？为什么就不能是他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？我今天来不是和你闲聊的，是给你机会向沈岩复仇。你之前也是说帮我，结果你却反而害了我娘，我凭什么再相信你？你觉得太后三皇子，你爹，这三人谁靠得住？他娘出事这么久，他外祖母一直没有吩咐人来叫他进宫。自从沈岩退婚以后，谢成宇从来没有主动来找过他，更甚至他遇到过这么多困难，谢成宇连一句安慰他的话都没有。而他那爹更是靠不住了。好，我和你合作，这一次我要沈岩身败名裂。沈二小姐此话甚合我心意。哼，沈岩此次书院考核得了第一，皇上准备为他办庆功宴。庆功宴是个动手的绝佳时机。你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人，我舍不得你死。大小姐，冷楼主来了。他来做事，说是宣旨。他来到院子，见冷玉婷正在逗笼子里的鸟玩。你怎么和你的主人一样不待见本楼主？见到我就冷着个脸。没有想到冷楼主竟然在这儿遇到了自己的同类。沈大小姐长得美也就罢了，连说话都如此好听。冷楼主的理解能力果然与众不同。哈哈哈哈！沈大小姐真有趣啊，我是越来越喜欢了。冷楼主不是来宣旨的吗？对，先把正事做了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为庆贺沈大小姐在此次书院考核中荣获第一，3日以后，朕特在宫中举办宫宴，请沈大小姐准时赴宴，钦此。沈大小姐，我很好奇，你和皇上达成了什么条件？和冷楼主有关系吗？我心仪沈大小姐，关于你的事，我自然事事都想知道。冷玉婷，你知道上一个对我事事都好奇的人怎么样了吗？还请沈大小姐告知。坟头的草都长3尺高了，冷楼主要不要试试，看看你俩谁的坟头草长得更快？沈大小姐真风趣啊，难怪深得皇上器重。沈大小姐当真以为处罚了谢云慧
就撕破了京城这张大网的口子？难不成你是他们派来的探子？我只是出于好心提醒沈大小姐，毕竟你是我第一个动心的女人，我舍不得你死。我听说朱楼有一个榜，只要上了榜的人，没有谁能逃过你冷楼主的手掌心。我还听说我最近在榜单上的名次又提前了。冷楼主，你一边说着喜欢我，一边又要杀了我，你到底玩什么花样呢？一向冷静的可怕的冷玉婷骤然变了脸色。沈岩如何知道他在他榜单上的？冷玉婷，小心玩火自焚，烧得骨头渣都不剩，慢走不送。冷玉婷盯着沈岩，觉得怎么也看不透他。楼主，对沈大小姐的直杀令要不要提前？只能我亲自动手，除了我，朱楼任何人胆敢伤害沈岩一根头发，提头来见。是楼主。沈大人真是生了一个好女儿，小小年纪竟然和我们这些劳苦功高的长辈平起平坐。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没规矩了。沈大人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管教好，何谈治国平天下呀？各位大人，小女不懂事，你们别和她一般计较，回去以后我就教训她。这杯酒我先干了。他能忍得下这口气，沈岩却不能。劳苦功高的燕大人竟然能和一个晚辈平起平坐，难道你不应该反思一下，南大人是在质疑皇上的安排？不如这规矩由你重新来定。宁大人在说别人教子无方的时候，应该看看自己家的孩子。我记得前不久宁公子才把你最珍视的一幅画给赌输掉了。宁大人教子果然与众不同。沈岩语气平和，却字字如刀，刀刀插在他们三人的心窝子上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和我这样说话？宁大人觉得自己配我用什么样的态度和你说话？好了，郑国公，你也是知天命的人了，怎的还和一个小姑娘计较，不免叫人笑话。是，皇上。宁正行见状，便知玄德帝是在给沈岩撑腰。殿内气氛越来越活跃。这时，容妃突然向皇上说道：“皇上，臣妾肚子好疼。”只见他身下鲜血不止。来人，叫太医！皇上，太医院现在没有太医，其他太医告病假。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而是要用这个孩子来害我。皇上，我们的皇儿。皇上，让沈大小姐来吧。听说沈大小姐还救过护国公夫人的病，京城有名的大夫都想要拜沈岩为师。京城百姓说他是神医，定然可以让容妃母子平安。玄德帝看向沈岩，沈岩站了出来：“皇上，让臣女试试。”沈大小姐，朕把容妃和孩子交给你了。臣女竭尽全力。沈岩将指腹搭在容妃手腕上。皇上，皇子要出生了，是难产。你说怎么办？剖腹救子。不行，沈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这是救人还是杀人？沈大小姐，这肚子都剖开了，人还能活吗？容妃娘娘是女子，你在她肚子上留下这么长的疤，以后她还怎么活？是活命重要还是留疤重要？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人在，一切皆在；人不在，一切皆消亡。皇上，这是救容妃娘娘的唯一办法，再耽搁一个也保不住。朕信你，沈岩，救人。是皇上。谁要你救？我们不需要你救。容妃发了狠，直接张嘴疯咬着沈岩。沈岩抬手点了他的穴道，并迅速施针保住胎儿。你可以死，但是现在不能死在我手上。你腹中胎儿尚不足月，体型却出奇的大。明明刚刚在席上的时候，我看你还十分爱惜地抚摸着小腹。你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而是要用这个孩子来害我。容妃娘娘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沈岩方才在外面的时候就发现容妃吃的东西不对。沈岩，你别自作聪明了，你救了我们才是害了我们。不想放过我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算老几？皇上，都这么久了，这屋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
沈大小姐不会害容妃妹妹吧？今日所有见证小皇子出生的人，皆有赏。这剖腹产子想想就很可怕，也不知道容妃妹妹能不能经受得住。都闭嘴！屋内，沈岩的速度很快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孩子就平安出生了。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是个皇子，很健康。沈岩把孩子交给秋雨，自己则是在给容妃缝合伤口。容妃娘娘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可你却不惜利用自己的孩子来陷害我。你有什么把柄在那威逼你的人手中？容妃闻言脸色大变，可她却嘴硬道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如今皇上有多信任我？如果我把刚才发现的一切禀报皇上，你会是什么下场？我知道幕后主使是谁，只要你配合我，我保你母子平安。容妃动摇了，她半信半疑地问沈岩：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又怎么相信你？你被别人抓住的把柄是什么？我家人在他手上。我替你解救你家人，负责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只要让我见到我的家人，我会配合你，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。成交。恭喜皇上喜得龙子，母子平安。好，好，恭喜皇上喜得龙子。皇上，小皇子的眉眼很像您，您要抱抱吗？的确有3分像朕，真是难得。他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抱在臂弯上。陈富贵，哎，奴才在。今日所有见证小皇子出生的人，皆有赏。是皇上，奴才这就去办。多谢皇上。都起来吧。沈大小姐医术真是高超，只是不知道这所谓的剖腹产是跟谁学的，听着很是邪门。德妃娘娘，方才让臣女救人的人是你，现在质疑臣女的人也是你，